口！靠，不会是我家那又菜又不能少的糟心搭档吧？少女赶紧往嘴里面扒拉了2口饭，然后这嘴一抹碗一丢的，她就灵活的翻过了自己的小摊子追了过去。哎呀，希望她赶到的时候吧，她家那傻搭档还能挺住，不要被人给宰了。1刻钟之后，少女手里面掐着死里逃生的白鸭子的脖子，就把它给拎回了摊子旁，把鸭子往地上一丢。鸭子扑腾了一下翅膀，嘎嘎就叫了2声，表示了一下它的不满。哎，俊丫头，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收摊了？啊，刚买了只鸭子，我打算早点回去把它洗洗炖了。鸭子肉难煮，想吃就得早点动手。是一个废物，差点被人剁了就算了，还要连累我花钱赎回来，看着就来气，还不如炖吃肉的好。把鸭子抻着的脖子立马就缩了缩，迈着小细腿儿往墙根靠了靠。呵，俊丫头，你买的这鸭子真的好，听话，跟个人似的站在那儿居然都不跑。鸭子有这么老实吗？把水果放到小推车里，又拾到了一下摊子。军妻就推着小推车，鸭子跟在后面，一人一鸭，一前一后的，就这么慢慢远去了。狭窄昏暗的房间里，军妻坐在屋子里头唯一的破椅子上，瞪着站在中央瑟瑟发抖的那个鸭子，说这次又是哪个死不瞑目的倒霉蛋？一个被亲生父母寻回去，被折磨致死的可怜小姐。每次都是这种惨角色，你就不能争点气，抢个待遇好点的呀？怎么是地府派来消除死者怨念的？只有这万千世界中有难以平复的怨念生出，怎么才能出动生活顺遂人生圆满的人，还用得着咱吗？你当他愿意啊？这不是没得选吗？能够劳动地府出动的，只有那种绝望凄惨又无辜的人，好不好？想要附身在衣食无忧生活美满的人身上，你咋就这么会做梦呢？你就知足吧，最少咱们完成了任务，还能在这世界自由自在潇洒一把。我很知足，除了对你这个搭档不满意外，我觉得都挺好。不是他说，就他这个搭档，除了剧透，那真的是什么用处都没有啊！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在地府度过了多少个年头，阴暗无聊的地府他早就已经待够了。再加上阎君嫌他在地府闹腾，所以他走出了地府，来到了外面的花花世界。可是让他想不明白的是，阎君为什么还要让他带上判官笔这么一个累赘呢？对，没错，眼前这鸭子那就是判官手中早就已经生出了灵智的那只判官笔，他在人间行走，需要寄居愿者的身体。同样的，判官笔那也不能够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判官笔不能够抢夺别人的身体啊，那就只能找一些个小动物来附身了。上次是蛇，上次呢是鸟，反正这五花八门的动物，你可能想都想不到。这军妻也不是不能接受，对吧？只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这破笔他居然附身到了一只鸭子的身上，更加过分的是还要让他出钱赎回他。哎呀，你别急嘛，我跟你说啊，你这具身躯身份尊贵，可不是这几枚钱可比的。就这贼进来都得流着泪走的破屋子，你跟我说原主身份尊贵？这本不是原主的命运，只不过他从小被人换了身份，所以才落得如今穷困潦倒的地步。接着判官笔就开始给军妻讲述起这个原主的经历以及他的夙愿。原主的身世不复杂，但是吧就狗血得很。现在是什么时候？原主刚被赶出宋家的时候。军妻摸着下巴思考了片刻，然后就露出了一个阴险的笑容，看到判官笔心里那一阵一阵的发凉。夜半时分，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利索地翻过了低矮的院墙，进入了屋里，盯着鼓起的旧被子。来人搓了搓手，露出了猥琐的奸笑。王八蛋，敢来祸害你姑奶奶，我是不是活腻了呀？军妻拖着一个大男人在大街上往前溜达，机不可闻的脚步声在身后响起。军妻回过头，只见一个黑衣蒙面的高大男人肩膀上扛着一个麻袋就奔了过来。不是，这大晚上怎么还有同行啊？男人在军妻的旁边顿下脚步，军妻瞅了一眼男人肩膀上那个大麻袋，男人呢也瞅了瞅军妻身后那个倒霉蛋行确认过眼神，那都是同道中人呢。男人啥都没说，又扛着个麻袋匆匆离去了。顺着曲阳侯府的墙根往大门的方向走，军妻又跟那位同道中人就撞了一个正着。嗨，黑大哥好。
君妻伸出了爪子，露着小虎牙打了一个招呼。这缘分你说说，也是让君妻挺无语的。男人见到他那也是挑了挑眉，随后就纵身一跃，扛着麻袋就翻过了墙去。君妻则拉着那个半夜潜进他屋子里的倒霉蛋，来到了曲阳侯府的大门口。看着修建的颇有气势的红色大门，君妻咂巴了一下嘴巴，希望这份大礼曲阳侯府的人能够喜欢。伤风败俗呀！你们说这曲阳侯府的大小姐不会是得罪了什么人吧？难说，说不定人家就好这口呢。人家可是曲阳侯府的大小姐，就算想不开，也不可能看上这么个玩意儿吧？切，谁知道呢？人家要的是口味独特，你也看不见不是？这不都说曲阳侯府大小姐是京城贵女的典范吗？依我看呢，这一定是树大招风，被人给惦记上了。有可能是他确实做了什么让人误会的事儿。我知道啊，我婶子家的姐姐的小姑子在曲阳侯府大小姐的院子里当差。据她说呀，曲阳侯府大小姐生性单纯，被一个油嘴滑舌的混混骗去了清白的身子呢。哎呦！众人哗然，这可真的是大八卦呀！众人瞬间都支棱起了耳朵。这事儿被曲阳侯知道后，他是大发雷霆啊，派人去找混混灭口。结果那混混提前得到了曲阳侯府大小姐的通风报信，看来呀，这混混是不甘心就这么死了，所以想跟曲阳侯府来个鱼死网破呀。不过有句话说得好，民不与官斗，这混混恐怕也离死不远了。哎呀，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下场。那天鹅肉是吃到了，可命也搭进去了呀。所以说天鹅肉虽美味，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下嘴的呀。有一个个子高长相清俊的男人看着他不遗余力的抹黑曲阳侯妇女，嘴角就忍不住的抽了抽。这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能不知道吗？昨天晚上就是这个小丫头拖着这个混混跟他撞上了2次，那都不用说了，这一出那肯定也是这个小丫头搞出来的。也不知道他跟曲阳侯府有着什么样的过节，这么阴损的算计他们。来瞧一瞧，看一看啦，正宗的资产大鸭梨啦，不甜不要钱。人生需要智慧，选择需要勇气，买我的鸭梨需要眼光。晚买不如早买，早买不如现在买。你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男的吃了我的梨，强身健体；那姑娘吃了我的梨，美容养颜。几文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你买不了媳妇治不起地。花好钱买好货，不买就是你的错了。你买上几个送父母，养育针补一补；你买上几个送亲朋，互相之间增感情。哎，你要是想讨我丈母娘，保证你比儿子强啊！谁家相亲不满意，送上几个准分梨，买几个送知己，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喽！哎呀妈呀，这谁家小丫头？那小词儿一套一套的，也太有意思了。竹子，你想啥呢？那个卖梨的，就是我那天晚上2次遇到的那个小丫头。你确定？她那天没正面，还跟我打了招呼。他就没见到过干坏事这样的光明正大的。你好歹跟他一样啊，把脸给藏起来，对吧？可人家愣是跟逛街一样，溜达着就把人给挂在了曲阳侯府的大门口。不仅如此，他一个小姑娘把一个大男人扒的只剩下了底裤，这底裤上还鲜血淋漓的，可见是经历了什么惨绝人寰的事情。这些那都还不算完呢，他还在人家的身上用人家的血写了那些个败坏别人名声的字。他是真就没有见过这么狠又这么疯的姑娘。坐在他们面前的椅子上，背对着他们喝着茶的男人端着杯子的手顿了顿，而后嘴角机不可察的往上扯了一下。他跟曲阳侯府有仇？如风给了他一个我怎么知道的高冷眼神。要我说，曲阳侯府就没几个好人，这丫头肯定是被欺负狠了。如风古怪的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依他看，那小丫头可不是什么善茬，指不定谁欺负谁呢。客官，你要点什么？你们这儿有什么呀？嘿呀，那可多了，您看那儿都是我们的招牌菜。君妻看着那一道道的菜名以及菜名底下相应的价格，他摸了摸自己打了好几个补丁的钱袋子。来2碗蛋花汤，2馒头。说好的大餐呢？有的吃就不错了，你
哪那么多意见？你当我乐意喝着清汤寡水的汤啃馒头，还不是咱们的钱袋子都快赶上脸干净了？天知道他为什么卖了2、3天的水果还吃不起一顿饭呢？这儿的物价是有一些超出了他的预期啊！不省着点，咱们晚上饿肚子把你炖，你乐意？招财缩着脖子不叫了，他表示不想被做成名菜。要不您再来点菜？你出钱。这要是他请客的话，那他也不好驳了他的面子不是？小二闭了嘴，转身去忙了。很快的，2碗蛋花汤、2个馒头就被端了上来。军妻的吃相算不上斯文，但也不能说粗鲁。可是，一只鸭子蹲在椅子上，慢条斯理的喝汤吃馒头，这就比较的稀奇了。竹峰主仆3人下楼，就见到了这古怪的一幕。我说招财，你说咱们这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是不是太惨了点儿？过几年回了曲阳侯府就好了。就那一家子，就算回去了，也不见得能过上好日子。原主不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吗？原主过不上，但你一定可以。这家伙是谁啊？那是鬼见愁啊！地府阎君都治不住他，更遑论区区几个凡人呢。唉，上次那个虽然惨，但最起码人家有钱啊，这个啥都没有，真他娘的走心。你说说你啊，接活的时候能不能挑一挑？最起码让咱们有口饱饭吃吧。你当这是菜市场买菜呢，还由得你挑挑拣拣的？有句话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自古以来，哪个成功人士不是跟唐僧取经似的，要经过9981呢？黑暗总会过去，黎明终将到来。朝他的方向走来的竹峰3人，听到他这几句话，脚步顿了顿。为首的风神俊朗的男子意外地挑了挑眉。咱们也会过上吃喝玩乐随便挥霍，鸡鸭鱼肉吃到吐的幸福生活的。当然，鸭子你就别霍霍，同族相残的事你可不好干。你这半个馒头不吃了吧？军妻拿过招财剩下的半个馒头，咬了一口。别浪费了，我替你吃。在即将要路过军妻的时候，小厮打扮的男星脚下一个趔趄，这前面说的有多么的雄心壮志，这后面居然跟个鸭子抢食吃，这画风您变得可真够快的。看什么看啊？没看见过美女啊你们？这么盯着一个女孩子看，懂不懂礼貌2字怎么写？是我等失礼了，为表歉意，不如在下送姑娘几个菜怎么样？听到有大餐可以吃，吃糠咽菜了好几天的军妻登时这眼睛就亮了起来。小二，就好像怕眼前的人反悔似的，军妻站起了身子，使劲地朝着不远处的一个小二招手示意他过来。小二的额头冒下了3条黑线，如此大喊大叫不顾形象的姑娘，他一个店小二都没眼看了。内心吐槽的店小二扬起了职业化的笑容，走到了军妻的面前。哎呀，姑娘，你有什么吩咐？那个啥，肘子、糖醋鱼，还有烤羊肉，这些都给我来一份。姑娘，这些菜可不便宜啊。我知道，这不有冤好心人请客吗？众人一噎，店小二同情地看向了冤大头男人，男人眼里的笑意加深。你们有事就去忙吧，我自己等菜就行。过河拆桥的军妻挥了挥手，那我等就不打扰姑娘了。走吧，后会无期。3人走到了门口的时候，还能够清晰地听到军妻那傲娇的大嗓门。刚才我说什么来着？跟着姐，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败话伤风。咋的？嫉妒呀你？你瞅你那谁都不服谁的五官，贼没输赢，估计也就是请人吃饭的命了。本姑娘1没吃你家大米，2没到你家要饭，用得着你先吃萝卜蛋操心的吗？自家祖坟都哭不过来了，你还有闲心去哭乱坟岗子，真是闲的。有没有听过最好的教养就是少管闲事这句话？有那闲工夫，你到医馆治治你这嘴贱的毛病成不成啊？省得到外面冲大尾巴狼膈应别人。你中年男人就没有见过这么横的小丫头，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你什么你啊？话都说不利索，还想出来教训人，丢不丢人的你？你可别跟我说话了，因为我听不懂。别人看到我跟一头猪吵架，那还不得以为我跟猪一样蠢呢？有人一口饭喷了出来，门外的男星捂着嘴，差点就笑出来了。连他的主子和竹峰都是罕见的抽了抽嘴角，人家只说了4个字，这小丫头说了一堆，这嘴皮子也忒厉害了。军妻把中年男人给对跑了。你们还有谁有意见？赶紧的，别在背后跟个下蛋的老母鸡似的咯咯咯的说人是非，要价！众人赶忙低头猛扒饭，这姑娘看起来就不好惹，他们还是明哲保身的好。才，
你说曲阳侯府不会是不想接我回去了吧？难说。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想当什么都不知道的，也得看姑奶奶同不同意。你说你要告宋家偷换孩子，草菅人命，合谋想置你于死地，可有证据？我就是证据，大人应该已经查过我了。宋家以私通为名把我赶出家门，这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是，在这件事之前，我就怀疑宋荣修不是我的生父，他的小妾也不是我的生母。你胡说！我打死你这个狼心狗肺的贱货！肃静！再敢扰乱公堂，拖出去杖刑伺候。大人也看到了，在家里对民女动辄打骂都是常有的事。大人请看，他撩开衣袖，这上面的伤都是我这位母亲所为。冬天在冷水里浆洗衣服，夏天正午跪在太阳底下暴晒，心情不好就拿棍子抽民女，此类种种数不胜数。大人也可以去调查，民女在宋家过得连条狗都不如，这在宋府几乎无人不知。别说是宋家这样的官宦人家，就是普通人家也没有这么搓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民女从不被允许出院子，吃的用的都是丫鬟剩下的。待民女大一点了，有一次偷溜出院子，看到姐姐妹妹有漂亮的新衣服穿，有好看的珠钗戴，有吃不完的好吃的，民女才知道，原来并不是所有父母都像民女的父母一样。外面围观的人此时已经有人哽咽出声了，大家都觉得这军妻实在是太惨了。这也让民女怀疑他们不是民女的生身父母。前些天，民女好不容易拿了父亲那滴血，结果却发现他的血与民女的不相容。此话一出，外面又是一阵的哗然。军妻面上不显，心中得意，现在他可是受害者，这真的假的还不是他说了算呢。可就在民女震惊的找母亲求证的时候，母亲却找了一个无赖，愣是说我跟他有染，然后就把我赶出了家门。他们不是民女的父母，还虐待我10多年，甚至在事发后污蔑我的名声，想置我于死地。因此民女有理由怀疑他们早有预谋。军妻说完了，在心里给自己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不是都想隐瞒吗？今天他不扒下这些个王八羔子的一层脸皮，他就不叫军妻。你信口雌黄！小妾又叫嚣起来，结果刑部尚书直接就给了他几板子，让人拍手称快。他就是想叫，那也叫不出来了。你这番话可有证据？大人只需再给民女和父母滴血认亲，真相自然大白。这年头都兴个滴血认亲，甭管是准不准了，反正大家信就成了。军妻也不怕，就是亲的他也能变成不是亲的，更何况这还真的就不是亲的呢。刑部尚书略一思索，的确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快速的方法，命人取来了一碗清水，军妻和宋荣修的血滴进去，果真是一点都不相容，这就坐实了他不是宋家孩子的事实。此时的宋荣修那整个人都是有一些懵的，女儿要告他们，女儿不是亲生的，亲生的跟别人换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可这也不能说明就是宋家偷了你，也或许是他们捡的你呢。大人有所不知，民女的遭遇连外人都觉得心疼，可宋家所有人都知道我每天过的什么日子，却从来没人想着拉我一把，可见他们并没有拿民女当家人。虎毒还不食子呢，王八都知道护着自己的蛋。打住啊，这可不是骂人的时候。军妻愣生生的把到嘴的脏话又给憋了回去，可是刑部尚书还是忍不住的抖了一下脸皮。可他们任由我自生自灭，这与谋杀有何区别？若是没点猫腻，有人会杀自己的孩子吗？就像您说的，我是被捡回去的，可他们既然捡了我，就是打算要养我的，您觉得他们是在养我吗？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报案？其实这多亏了我做的一个梦。军妻早就已经想好了说辞，出了宋家，民女以为脱离了苦海未尝不是好事，所以就打算忘却前尘，开始新的生活。军妻抹了抹眼睛，结果愣是没有挤出一滴的泪来，他索性也就放弃了。哭也是一个技术活儿，看来他就不适合装柔弱。可是前几天夜里，我梦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神仙，他告诉我说我身份尊贵，父亲母亲换了我是想让他们亲生孩子过富贵的生活。老神仙怜悯民女凄苦，还说即便民女不想认回亲生父母，也不能让那些恶人逍遥法外。更何况我对亲生父母被蒙在鼓里，替虐待他们亲生女儿的恶贼养孩子，这对他们来说太不公平了。古人多信鬼神，他只要是稍加利用，还怕不能成事吗？那位老神仙可说了你的亲生父母是谁？这鬼神之说也不能当作证据不是？
君妻摇头，这种事儿当然是查出来更加的可信了。他只是说那个孩子跟我是同一日出生。这老神仙托梦的时候给了民女一个预示，他说他不能现身，旁人未必相信我说的话，所以他告诉民女，只要说出这个预示，待这个预示成真之时，大人自然会相信民女的话。哦，什么预示？说来听听。老神仙说，大人家今日有喜事，今日午时，大人家的孙媳会为大人家添一对龙凤胎。不仅如此，那对龙凤胎出生之时，大人会收到来自皇上的嘉奖，这也是那位老神仙送给那对龙凤胎的礼物。听到这里，刑部尚书是真的激动了。若君妻所言成真，那可真的是祖上积德了。皇上的嘉奖倒是其次，关键是能够得到神仙的赐福，那祖坟都得嘎嘎冒青烟呢。52刻刚过，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是大少奶奶，她刚生了一对龙凤胎，夫人让小的来给大人报喜。外面围观的一阵哗然，第一个预言成真了。刑部尚书高兴地打赏了小厮一大笔钱，看得君妻都眼红了。你说为啥他这个老神仙托梦的都没这个待遇呢？紧接着便是宫里的圣旨直接传到了大堂上。刑部尚书坐在案椅上，缓了缓激动的心情，他再看向君妻的目光，那就跟看亲闺女似的，那个慈爱呀，那就甭提了。来人，把宋荣修和李姨娘拿下，还有速速去捉拿宋荣修和宋李氏院子里的人。禀大人，宣侯府堂外求见。有请。陈大人，侯爷来可是为了这桩案子，陈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陈尚书愣了一下，然后就点头领着何远威去了后堂。再出来的时候，陈尚书看着君妻的眼神不仅是复杂，还隐约的带了一丝同情。宋君妻，适才曲阳侯已经将你的身世告诉了本官。君妻可不相信何远威会直接承认自己的身份，那肯定是憋着什么坏呢。你本是曲阳侯一位故友的孩子，只不过你的父母在你很小的时候因病故去，曲阳侯怜你孤苦无依，所以就托了他的舅弟宋荣修照顾于你。只不过他也没想到李姨娘会如此对你，曲阳侯本是好意，却让你深陷泥潭，他自觉愧对于你，便收你为养女。你可愿意？你妈！原主那次虽然是个乡下人，但最起码还是亲闺女，这次直接变成了养女。可是老神仙告诉我说我父母都健在，而且还是身份高贵之人，难道老神仙在骗我啊？现在就看你们是相信神仙还是相信曲阳侯了。对了，大人，老神仙还给了我一个提示，他说尚书大人能为我找到亲生父母。陈尚书一脸的问号，他说我出生那天，尚书大人还是个刑部侍郎，那天受邀参加了一个什么宴会，然后宴会主家在宴会期间出生了2个女孩子，其中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被换走的女孩子。老神仙还说，即便尚书大人想不起来也没关系，朝中参加那次寿宴的有不少人，尚书大人只要问一问就知道是谁家了。君妻就差指名道姓了，要是这样陈尚书还不知道他说的是谁，那他就得怀疑陈尚书的智商了。好啊，原来这小丫头是这老东西的亲闺女，认亲闺女做养女，这老东西居然想害我，没门！来人，速速去查。不用了。何远威观陈尚书的表情就知道自己的事情是瞒不住了。其实宋君妻是本侯的亲生女儿，君妻，你不要怪父亲。怪倒不至于，我就是想弄死你。为父不是不想认你，只不过慧莹她也是无辜的呀。你们被换的时候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她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小心呵护着她，从牙牙学语的幼童一点点地变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其中的感情，君妻你能理解吗？所以曲阳侯就打算让被假千金的生身父母虐待了10多年的亲闺女变成养女，而让仇人的女儿继续鸠占鹊巢。问得好，这小丫头真是对胃口，都到这时候了还做戏，曲阳侯这老东西就是欠收拾。曲阳侯噎了一下，演不下去了，但君妻还能接着演呢。我明白了，堂堂一个侯爷能为了何大小姐对百姓撒谎，在公堂上做伪证，可见有多疼爱何大小姐。多谢曲阳侯的收容，我以后会做好养女的角色，不会跟大小姐争。
看着他明明是摇摇欲坠，却还表现出坚强的模样，众人心里是一阵的唏嘘。这下子舆论又倒向了军妻。今天军妻那可谓是大获全胜，不仅是揭穿了何慧莹假千金的身份，名正言顺的进了曲阳侯府，他还得了刑部尚书的好感，落了一个神仙相帮的传奇名声。曲阳侯府和宋家也因为他这一告出了大名。出了衙门，他带着等在外面的招财，跟着何远威就回了曲阳侯府。大门刚关上，曲阳侯的那张脸就拉了下来，他把军旗交代给了一个下人，一甩袖子就走了。这明晃晃的不待见被下人们看在眼里。招财，看来这曲阳侯府的人是清静久了，想来点刺激的。转天，一条曲阳侯府苛待刚回去的亲女儿，引起上苍不满，会在今夜降下惩罚的消息就传遍了大街小巷。头一天曲阳侯府抱错孩子，并且宁肯要仇人的孩子也不要亲女的这个丑闻刚起来，今天又传出了这样的热闹，大家都是兴致勃勃地盯着曲阳侯府的动静。天边的朝霞慢慢地露出了头，满京城又再一次的炸了锅了。就因为曲阳侯府从上到下将近大半的人都变成了秃子，哎，对，包括了曲阳侯夫妇。说实话，如果不是天亮了，军机可能真的会把曲阳侯府所有的人都给剃成秃子。这灵感那还是自他在一个现代社会看《西游记》的时候得出来的呢。他想着那个国王就是因为做错了事情被孙悟空在夜里面警告了，那他也可以效仿。曲阳侯府的人就是不出门，那也不可能瞒下来呀，因为曲阳侯早上起来得去上朝，他连准备假发的时间都没有，负责采买的下人也得出去买菜什么的呀，那总不能让主人饿肚子吧。还有那些个紧盯着曲阳侯府动静的人，最重要的是大早上曲阳侯府的门口堆成了一大堆的那些个头发，就在众人围观的时候，嗖的一只火棍落到了头发上，紧接着那就是熊熊大火。要知道古代讲究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没有重要的活动你连头发丝儿都不能剪，一府的人大半都被削光了头发，连女人都不能幸免，那可真的是大事儿了。有谁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么多人的脑袋都给剃秃了呀？那当然是老神仙了。刚好这不就坐实了他们苛待军妻的事实了吗？怎么，你们这是打算对本姑娘三堂会审？好规矩，多谢夸奖，这都是你们家大小姐生母的功劳。这就是你与长辈说话的态度。谁的长辈啊？我的吗？哎妈呀，我居然不知道我还有长辈健在，难道我不是死了爹娘家破人亡的孤女吗？妹妹，介绍一下，我是你四哥何少康。四哥，这位是咱们的祖母，咱们父亲呢已经见过了，这是咱们的母亲。这个是咱们的二哥何少杰，三哥何少轩，咱们大哥叫何少景，他因为有公干所以不在家，他呀叫何慧莹。这个我知道，就是那个偷换了我并虐待了我10多年的小妾的亲生女儿吗？突然觉得凉飕飕的，这是怎么回事？慧莹她是无辜的，对，她什么也没做，就是她母亲都替她做了而已。我说侯夫人你也挺有意思，捧着个仇人之女的臭脚，你是真不嫌熏得慌。哥哥正常人恨都来不及，早把这女的弄走。你可倒好啊，还想尽办法的替她谋划。知道的是你心里有问题，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你跟外面野男人生的私生女呢。你这个孽障！不必夸我，都是你生的好。此时不只是宋倩如被气得喘粗气，何老夫人也是捂着胸口难受的直哎呦。今天我就替父母好好教育教育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二哥，你这是做什么？这是咱们亲妹妹，刚回来或许还不适应，你可不能动手啊。听到何少康说亲妹妹3个字的时候，一直注意到军妻这边动静的何慧莹瞳孔缩了缩，掩下了心里的暗芒。什么亲妹妹？我的妹妹只有慧莹一个，她算个什么东西，也配称我的妹妹？二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刚开口就被军妻扒拉到了一边，只见军妻抬起了一只脚，一脚就踢在了何少杰的膝盖上。何少杰吃痛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军妻是左右开弓，狠狠的就给了何少杰几个嘴巴子。王八蛋，敢对他姑奶奶下手，今天就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清脆的巴掌声让屋子里的人又静了下来，他们就这么愣愣的看着军妻把何少杰的脸给抽成了猪头，然后还不解恨的啐了他一口。这下子何老太太是真的挺不住的晕了过去。别来无恙。是你们啊，也来看莫王？本姑娘没记错的话，莫王他是男的吧？
没想到你们3个大男人对他也感兴趣啊！哎，妹妹，自家胡乱说就算了，怎么出了门还这么口无遮拦啊？这要是被有心人听到，这还不出大事呢？对面的男人见识过君妻的嘴皮子，倒是并不意外从他的嘴里面听到诋毁的话。下面有请姑娘，可愿意随在下到楼上雅间叙话？本来我是不愿意的，但见你如此心诚，本姑娘也不好驳了你的颜面，让你下不来台不是？何少康、竹风以及南星都无语了，您可真会给自己的脸上贴金呢。在下南几年，不知公子姑娘怎么称呼？君妻。哦，我们姓何，我叫何少康。何公子跟曲阳侯府的何少轩可是有什么关系？你认识我三哥？算不得认识，只是对何三公子有所耳闻。认识也是有仇，四哥你就别想着套近乎。上次何少轩被人丢在粪坑旁，就是他们干的。姑娘，你是什么时候认出竹风的？就上次在酒楼，第一眼我就知道是他。那你们也真是的啊，都到粪坑那儿了，怎么不直接把他扔进去？妹妹，那是咱们的三哥。你可别拉上我，我可不承认那阴险又自以为是的玩意是我哥。再说，就是我想认，你去问问你三哥答不答应。不过你们跟何少轩有什么仇啊？为什么不直接弄死他呀？其实也没什么，只是他在外编排在下的不是，手下人听不过去，自作主张的给了他点教训而已。你干什么的？只是做些养家糊口的小生意。妹妹快看，西北军来了。不瞎。哎，妹妹，是不是很威风啊？跟你有毛线的关系啊？哎，妹妹，那马车里是不是魔王啊？哎，妹妹，你能不能闭嘴？里面又没你激动个屁啊！他们可是保家卫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难道你都不佩服他们吗？我很佩服他们，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抵御外敌，护卫了大约万千百姓。可是你能不能不要像个毛头小子似的咋咋呼呼的？本来看到威风凛凛的西北军我还挺振奋，可是听到你的声音，我的好心情全没了。因为你跟人家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真想把你回炉重造。你要看就看，不看就回家，别在这儿跟个毛头小子似的咋呼，不知道还以为你被人强了呢。南星觉得吧，跟君妻在一起，那就是随时随地的都可能会喷笑出声。妹妹，你能不能给你哥留点面子？在外人面前，他也是要脸的好不好？看什么看？三个大男人这么八卦，脸热不热呀？三人齐齐扭头，不再盯着他们兄妹了。何少康原来被骂的人多了，自己就真的不会觉得丢人了。呵呵。小二低垂着头，南星伸手去接，在接手的一瞬间，小二松开的右手突然就摸向了托盘的底部。小二趁机拿着短刀朝离他最近的南星刺去。一左一右隐藏在门口两边的青衣人也在小二冲向前的时候闪身进屋。三个刺客显然是冲着南几年来的。就在军妻一边瞧热闹一边神游天外的时候，一个刺客被竹风踹了一脚，正好就落在了何少康的旁边。军妻一把拉开了何少康，飞起一脚直接把那个刺客从窗户就给踢了出去。刺客直接就落在了经过楼下的西北军的中间。停！为首的小将立刻让人去查。竹风刚刚解决完那个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刺客，一小队人马就把他们堵在了房间里。他们一行人是一个不落的都被带了出去。喂，领头的那个小白军大哥，那个小白脸军大哥这脚下一滑，差一点没从马上跌下来。我们可是被刺杀的，是受害人，你这跟绑犯似的，是不是过分了？我跟你说，大哥，我们可都是良民。刚才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吓得我这小心到现在都砰砰跳呢。我们受了惊吓，你们还跟游街似的拿绳子绑着我们。大哥，这万众瞩目的感觉，那可是会要人命的。金大哥，你瞧你长得这么英俊，穿着衣服都遮不住你那英挺的身姿。大哥，你的心跟外表一样，肯定是个大善人啊。大哥你最美，大哥你心善，大哥你人帅又有爱，一看就能富3代。军妻那嘴巴往往是说着说着就刹不住车了。大哥你又能说又能干，胜过全部男子汉。大哥你游过山玩过水，人人见了都喊美。大哥你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没法比喻了。不服天不服地，就服大哥这实力。军妻充分诠释了什么叫做夸得别人没脸这句话的意思。闭嘴！大哥你不用不好意思，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领头的小将闭了闭眼，给他们松绑。绳子被解开了，军妻也不嚎了，乖乖的跟着队伍往前走。你们仨今天受惊吓的精神损失费，解决刺客的解围费，还有占卜姑娘的光不用游街的费，要人少一文。
小心本姑娘夜里去跟你们谈谈花儿为什么染红。南景年摇头失笑，竹风和南星是万分无语。马车里的男人透过车帘的缝隙，看着那个蹦蹦跳跳的小丫头的背影，薄唇抿了抿，这闹腾劲儿，不去阵前叫真的可惜了。你们说，皇上是不是有啥不良嗜好？私设牢狱那可是重罪，可老皇帝倒好，还给自家外甥准备了这么一间上好的牢房，这是生怕他不够凶残呢。你这从哪来的？军七用下巴指了指那一堆的刑具，进来的时候随手拿的。一堆的刑具，找根铁丝那还是不难的。军七不理会几个人异样的眼神，拿着铁丝，他在锁上一阵的鼓捣，锁啪的一声就开了。妹妹，你可不能做傻事啊！四哥，你放心，我就是出去找点吃的，很快就回来。等着我给你带吃的哈。自从有了这个我行我素的妹妹，何少康的小心脏每天都在超出跳动范围的运动着。南景年三人诡异的看着何少康，话说人家有个妹妹，那都是娇娇软软的躲在兄长的羽翼之下寻求保护，这兄妹俩倒是完全倒了一个个了。妹妹能打会说又不吃亏，哥哥呢则怂了一批，每次都是妹妹救他，这也够有意思的。冯将军，您看这……刘管家看着被霍霍的不成样子的厨房，汗直往下流啊。冯文豪转身出了厨房，来到了地牢，闻着酒肉的香气，看着席地而坐围着酒菜大吃大喝的几个人，冯文豪突然就觉得有一些哭笑不得。金大哥，你要不要一起来两口？冯文豪听到他的声音，这心里都抖了一下，实在是白天的事情给他的心理阴影太大了。王爷，地牢那个人要怎么处理啊？都查清楚了。是南家家主遇刺，曲阳侯府的四少爷何少康和大小姐何君妻只是碰巧牵连了。何君妻？这位大小姐可是最近京城的名人。冯文豪立马就给玉墨之科普了一下最近京城的传闻，确实是个能闹腾的。他从来不信鬼神，所以对于老神仙的说法是嗤之以鼻。但是一个小丫头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把全京城的人都给忽悠了一个遍，一次不行还来第二次，这也是本事了。他也不怕老神仙被他用久了发怒，让他翻车。站在穆王府的大门外，两拨人马分道扬镳。那什么，韭菜钱记得给我。虽然韭菜也不是他的，但是提着脑袋在穆王府里面偷东西，他也很辛苦的好不好？薅羊毛嘛，能薅下一根是一根。南景年三人都傻了，不是，这是真的爱财呀。待军妻二人走远，南景年始终上扬的嘴角就落了下来，卸下了伪装，原本清雅和善的面庞也变得阴暗起来。看来有的人是该给点教训了。任凭何少康把手都给拍红了，喉咙都要喊破了，里面的门房都跟死了似的，愣是半点的动静都没有。别敲了，跟我走。曲阳侯府的围墙挡不住军妻，但他回自己的家，凭什么就跟做贼似的翻墙进去啊？既然他们不让他好过，那他也是要礼尚往来。上次的事儿才过去多久啊，这些个人就坐不住的过来触他的眉头了。他要是再不给他们一点厉害的，这曲阳侯府还不得得寸进尺啊？军妻还真没想错，此时的曲阳侯等人得到消息说外面没了动静，那都是舒了一口气啊。他们不知道军妻二人为什么会晚归吗？白日里那么多人看到他们被莫王给带走了，他们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本来他们还期盼着莫王能够把军妻他们给收拾了呢，就算里面有一个何少康，但也没谁会在乎。扳倒一个军妻，牺牲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儿子，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若军妻不老实，那他们也有理由去教训他。现在看样子军妻是妥协了，曲阳侯连日以来的那口浊气总算是吐出来了一些。可还没等他多高兴一会儿呢，衙门的人就找上了门了，理由是军妻把他们又给告了。听了关老爷的话，曲阳侯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什么长辈不慈啊，亲爹苛待呀，亲母不认呐，祖母责骂等等，总之就是把所有的错都给扣到了曲阳侯府人的身上。关键是他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要求跟曲阳侯府割恩断义，断绝关系。别说曲阳侯了，关老爷都被惊得不轻，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啊，才能够连千金大小姐的地位都不要了，宁愿孤苦无依，也不愿意要这些个亲人。军妻现在那可是曲阳侯府的大小姐了，可不是以前那个连半个主子都算不上的小妾生下来的庶女。她去告状，衙门当然是要提起重视了。关老爷问他前因后果，为什么晚归，他就说是莫王留了他们，牵扯到了莫王。关老爷呢更是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他们被莫王带走的事儿又不是什么秘密，关老爷很快就查到了。既然莫王府放了人，那就说明他们没有犯事儿，而晚归也就有了理由。那曲阳侯府不给他们开门就说不过去了。关老爷想着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实在是不必要闹得太大，于是呢就亲自领着军妻跟何少康登上了曲阳侯府的大门。侯爷，令千金前10多年
过得凄苦。张安然回到侯府可能不太习惯，侯爷要有耐心，多多关怀才是啊。关老爷还隐晦地说了曲阳侯几句，比起曲阳侯，他更加相信君妻。不是君妻的话打动了他，而是今天这事儿只要稍微一查就能查出来，君妻二人是被莫王给扣下了。可是曲阳侯不仅不为儿女奔波，反而在儿女回来的时候让人把他们关在门外，这是亲爹能够干出来的事儿吗？梁豹，把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给我拖出去打！爹，你想干什么？侯少康挡在君妻面前，警惕地看着三个人。你让开，来人，把他带下去。何少康一个文不成武不就的纨绔，自然不是这些个护院的对手，三下五除二的就被打晕拖走了。上，几个护院就一起朝着军妻攻过来，仅仅2招，这几个人就被军妻给放倒了。梁豹见此，抽出了自己的刀。不得不说，这梁豹的身手确实不错，没个20-30年的勤学苦练，也达不到他这个程度。但是君妻是谁？那是在地府那都能横行霸道，并且闯过了很多世界无一败绩的混世魔王。他要是连一个梁豹都对付不了，能活到今天呢？眼见着梁豹要撑不住了，何远威给护院们使了一个眼色，然后呢，一张坚韧的大网就朝着君妻兜头照下。给我打！护院提着棍棒上前，就在护院靠近的时候，君妻突然就腾空而起，大网也被他给带了起来。掀翻了大网，君妻在空中转向，直冲梁豹而去。梁豹大惊，忙用刀抵挡，可是君妻一脚就踢飞了他的刀，刀落在他不远处的地方，君妻随手抢过了一名护院手中的木棍，就朝他慢慢的走了过去。孽畜，住手！随着这惊怒一吼，君妻的棍子也落了下来。梁豹的左腿则是直接被君妻给打断了，而院子里的人看着这一幕，都仿佛是被定格了一般，不敢靠近。在众人肝胆欲裂的恐惧目光之下，君妻一点一点的把梁豹的四肢给打断敲碎，最后拿起了刀，把他的四肢都给砍了下来。君妻一手扯着梁豹的头发，一手握着刀，一步一步的向着何远威走过去。梁豹的模样跟面无表情的君妻让何远威惊恐的倒退数步，而一直站在门口的宋倩如则早就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晕了过去。侯爷，你说下一个会是谁呢？然后就见君妻右手手起刀落，把梁豹的脑袋给直接砍了下来。血溅到曲阳侯的身上，曲阳侯终是忍不住的跌坐在地上。此时的他觉得君妻就是一个恶魔，是从地狱里面走出来的恶鬼。这场单方面的凌虐结束的非常的快，可是留在曲阳侯夫妇和这些个护院心中的阴影却是一辈子都未曾消散。依琳表姐，你今天真漂亮。依琳表妹今天装扮的也颇为好看。以前曲阳侯府就只有何慧莹一个小姐，宋家人都比较的看重她，所以她跟宋家的小姐少爷关系都很好。君妻是真的不明白，你说这些人他怎么想的？精心打扮的过来争一个男人，居然还能互相的吹捧。你们有完没完？到底还要不要进去？聊这么起劲，知道的是你们来争一个男人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来相亲的呢。长辈说话，岂容你一个无理小辈放肆！哼，你一个小官夫人，是在跟我这个侯府大小姐摆谱吗？还放肆！你这脸是不是3张纸都画不下呀？脸大的他，宋大夫人被他对的脸是青一阵白一阵。大表妹，我母亲怎么也是你的大舅母，你怎能如此对待她？本姑娘可当不起你一声表妹。还有，你娘都没资格教育我，你是怎么有脸张开嘴的？凭你长得丑，还是比你脸皮厚？你倒是会把自己当盘菜，可惜没人瞧得上。你是不是嫉妒慧英表姐受欢迎？拜托，本姑娘会嫉妒一个庶子贱妾生的贱种？也就你这样没什么特色，也没什么身份地位，只能装嫩来吸引眼球的丑女人，才会有跟贱种做比较的心思吧？你……宋依玲被气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君妻，我知你心中有怨，但错已经铸成，你何不敞开心扉，放下仇恨？说不定你会收获一个温暖又幸福的家。哎呦，你可打住吧！你这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说的轻巧啊，问题是被换的不是你，被虐待了10多年的也不是你，差点死在外面亲生父母为了个假货狠心想抛弃的也不是你，感情受罪的不是你，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么简单的道理用我教你？回了侯府把你丢一边不闻不问，只为害了你的假货谋划的父母，你可能会稀罕，会大度的原谅，但本姑娘可做不到你这般宽宏大量啊！
想牺牲本姑娘成全你们的阖家欢乐，那你做梦可能实现的会比较快。还有，请称呼我何大小姐，就咱们这关系，你叫我名字我真是恶心的想吐。说是为了我好，其实你们也是为了你们宋家吧。何慧莹可是你们宋家的女儿，她做了侯府小姐，将来要是跃入龙门，你们宋家也能沾不少光。这也是你们从没想过要接她回去的原因吧。既然心思不纯，你们怎么好意思跟我这个受害者谈感情？心思被拆穿，宋家人心虚的目光游移。何大小姐，我知你怨恨我们，这您老可说错了，本姑娘对你们宋家无怨亦无恨。当然了，我对你们也没什么感情，你们在我这就跟屁一样，什么都不是。宋侍郎，今天我就把话跟您说清楚，我对你们宋家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何慧莹那对亲生父母。顺便你回去也告诉他们一声，本姑娘为感谢他们这么多年的悉心照顾，一定会准备份大礼给他们送上。墨汁觉得齐大人家的嫡女的琴艺如何？尚可。玉墨汁就这2个字儿都已经用了半天了。墨汁觉得这位王小姐舞得怎么样？尚可。玉墨汁语调都不带变的，反正甭管是哪位小姐，都是这么2个字的评价，真是无一例外。渊正帝有一些气馁，他都看花眼了，他家大外甥连眼皮都不带抬一下的，这还怎么挑啊？渊正帝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难道今天又白忙活了？曲阳侯嫡次女何慧莹上台献艺。听到曲阳侯这几个字，玉墨汁终于是把目光从手中的杯子上移开了。一直注意着自家大外甥动静的渊正帝那可兴奋了，哎呀妈，有门啊！虽说这何慧莹跟自家五儿子的关系走得近，但现在首要的还得是自己的大外甥。至于五儿子，哎，那先缓缓再说嘛。何慧莹抱了一把筝上台，向渊正帝行礼的时候，他眼角余光扫了那个绝世之姿的男人一眼，男人幽深的眸子让他是心脏狂跳。他一直悄悄地注意着玉墨汁，也知道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任何一个献艺的女孩子，现在这男人却是把目光投向了他，那他是不是可以认为他对自己是刮目相看呢？何慧莹压下了心里的狂喜，调整状态，把手放在琴弦上，一首悦耳的琴曲从他的手中缓缓流出。一曲完毕，掌声雷动，连渊正帝都拍手叫好。只不过这何慧莹在朝着玉墨汁看去的时候，他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低下头去了。何慧莹有一些失望，但却并不灰心。他相信自己既然能够吸引墨王一眼，那就能够吸引他第二眼。比起前面那些玉墨汁一眼都没有瞧过的人，他已经强了不少，不是吗？何二小姐这琴艺真堪当一绝呀！墨汁觉得这曲阳侯府二小姐如何？不如何？这态度不对呀！难道他对何慧莹有意见？何慧莹的脸色比渊正帝可难看多了，在他以为得到了墨王的青睐的时候，人家却是给了他当头一棒，他都能听到周围那些嘲笑的声音了。各家千金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表演，可是到最小的宋依灵表演舞蹈的时候，她的舞步出了不小的差错，被周围的人好一顿的嘲笑。宋依灵是羞愤交加，启禀皇上，臣女学艺不精，殿前失仪，很是羞愧，为弥补错误，臣女推荐臣女的大表姐上台献艺。渊正帝一脸的迷茫，臣女的大表姐是曲阳侯府大小姐何君妻。这是活腻歪了，想找死呢！我呸！这个臭女人，这不是故意找茬吗？启禀皇上，看二表姐就知道，作为姐姐，大表姐肯定更为出色。可她为人低调，不想出风头，所以没参加献艺。依灵想着不能埋没了大表姐的才华，也能让皇上、皇后和在座的众位大人饱饱眼福，所以依灵斗胆替大表姐申请上台表演。何少康听着他颠倒黑白的话，心里的火气蹭蹭直往上冒，他迈步就想上前替君妻辩驳。你一个大男人上去凑什么热闹？等着，姑奶奶上去会会那个小婊子，保证让她从今天起在京城没脸见人。给皇上请安。君妻随意的行了一个礼，那礼数啊，真叫一个一言难尽，模样一般，看着呢还不怎么有规矩。你是何家大小姐？啊，刚上任没多久，衣服还不熟，皇上您将就着看吧。渊正帝一噎，不是能这是说啥嘞？臣女告退。哎，别呀，宋三小姐，你这么为我着想，还让我在殿前献艺出风头，本姑娘怎么也要投桃报李不是？皇上，我要告御状。玉墨汁挑眉看着昂着脖子的小丫头，得，这还是个闹腾的。你要告什么？告御状。
曲阳侯府众人跟宋家人全部都白了脸，这熟悉的路数咋就这么让人心里发慌呢？你要告谁？告这位宋三小姐，本姑娘告她欺君。皇上，臣女冤枉。你先别吵，让她说完。皇上，您可能没听说过我，容我跟您详细说一下哈。接着他就添油加醋的把如何被宋家小妾偷换，如何被虐待，又是如何被发现，以及不被曲阳侯府众人待见的事儿都给说了一遍。他那嘴皮子也利索，渊正帝就跟听故事似的，还听得挺入神的。皇上您说，就我这10几年过的日子，能吃口饱饭就谢天谢地了，哪有机会学什么才艺啊？这些是宋家无人不知。本来我不参加就是想着不给侯府丢脸，可这位宋三小姐居然信口雌黄的对您撒谎，说我才艺出众。您说她不是欺君是什么呀？你说的可属实？皇上不信可以问刑部陈大人。回皇上，何大小姐说的句句属实。最后，宋依灵被渊正帝以欺君、构陷和讳言为由打了20大板，扔出了宫去。看着毫不掩饰得意表情的君妻，渊正帝都有一些眼疼。那老神仙入梦的事，你没说谎吧？渊正帝对这个就比较的感兴趣了，但他对君妻不太相信，这一看就是一个不着调的老神仙，眼瞎了入他的梦，给他指点迷津呢。当然啊，皇上您怎么能怀疑我的人品啊？臣女跟您说，我这个人别的有点没有，但绝对的实诚。像上次有人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什么本事都没有，那我这么实诚的人，当然要证明一下我也是有才艺的。于是他的脸肿成了猪头，腿也断。你这是实诚吗？你这是实诚的残暴好不好？还有一次，一个女孩子要拿刀把我害成鬼脸，我看她这么想见鬼，我晚上就勉为其难的装了一下，结果她就被鬼吓得精神出了问题。还有，君妻巴巴的举了好几个例子，渊正帝听得脸都黑了。他突然就觉得吧，这曲阳侯还挺情有可原的，他要是摊上这么一个疯闺女，他也不想要啊。君妻其实也不想跟渊正帝废话，主要是他看到了宋家人的下场，觉得自己呢也可以效仿一下。他要是把老皇帝给惹得厌烦了，是不是曲阳侯府的人也能够像宋家人一样被连坐呀？可是君妻不知道的是，因为他的多此一举，渊正帝不仅没想处罚曲阳侯，反而还对他多了一丝的同情。这丫头长得不怎么样，行为举止还粗鲁的不行，一会儿的功夫，本姑娘臣女就换了3个称呼，这礼仪是完全不用说了。摊上这么个闺女，曲阳侯应该也挺糟心的吧？君妻向着渊正帝讨厌的路上是一路狂奔，渊正帝也不负他所望的，恨不能让人把他的嘴给堵上。只不过让君妻没想到的是，渊正帝有多么的讨厌他，就对曲阳侯有多么的同情。你说他这算不算是画蛇添足，偷鸡不成蚀把米啊？停，你先退下。君妻有一些失望，他说了这么多，这老头咋就一点动作都没有呢？皇上，要不我再给您讲讲曲阳侯府做的那些缺德事儿。君妻不死心，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刚才的方向错了，他就不应该黑自己，他应该直接黑曲阳侯府那些王八蛋。滚！没想到啊，这家伙还是一个不孝的。臣女告退。君妻拉下了脸，没啥诚意的随便行了一个礼，朝着自己的位置就走了过去。呸！要不是为了给曲阳侯府添堵，谁会搭理你个糟老头子？还从来没人敢给他摆脸子呢。渊正帝都被他给气笑了。母亲，那孽障不能再留了。何老太太听说了今天洗尘宴君妻做的那些事儿，也意识到了君妻的叛逆。君妻杀梁豹的事儿，曲阳侯瞒了下来，除了那天在场的，没有人知道。所以何老太太并没有意识到君妻有多么的危险。今天在帝王面前，她分明是有意拖宋家和曲阳侯府下水，这等行径已经超过了何老太太的底线。就当她与咱们曲阳侯府无缘吧。那丫头有些邪门，咱们只可智取。要不然，咱们请福光寺的大师来试试，或可一试。老太太，听说你找我？君妻丫头来了呀！老太太摆出了和善的模样。老太太，您这是要咽气了？哎呦，老太太被他给气得险些都破了功，她吭哧了一声，没说出话来。你祖母几日前染了疾，始终不见好转。昨日你祖母做了个梦，有位仙人在梦里告诉你祖母，去家里的小辈们到庙里祈福才能消除他的病痛。这不，我们就找你商量一下，什么时候去庙里一趟。君妻用老神仙说事儿，他们就用仙人来对付他，这就叫做一报还一报。宋倩如对自己想出这个办法，心里还是有一些得意的。那咱们还是早点去，万一咱们去晚了，老太太挺不住挂了怎么办？早死早超生，死了还有什么好玩的呀？
这些个人摆明了就是想要算计他，正好他还没有计划好该怎么对付他们，趁这次机会就跟他们玩玩，那也不赖嘛。就是不知道这些人玩的大不大，能不能挺住了。下午，曲阳侯府老太君要不行了的消息就传遍了大街小巷，军妻特意以曲阳侯的名义给老太太订了一口棺材，再加上他刻意的宣传，反正这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都知道曲阳侯府的老太太要挺不住了。当棺材被运到曲阳侯府的时候，曲阳侯差点就忍不住把送棺材的人给砍了泄愤，他都没敢让自己的老娘知道，就怕他真的被气得一命呜呼了。不是曲阳侯孝顺，而是按大越的礼教制度，家中直系长辈去世，底下的小辈需要守孝3年，这3年既喜事连科举都不能参加。他们曲阳侯府的少爷小姐们可等不起，尤其是想要参加科举的何少轩跟已经到了婚配年纪的何慧莹，曲阳侯还指望他们一个入仕，一个能够嫁入皇室，光耀门楣呢。大哥，好久不见。冯文豪的嘴角猛抽了一下。君大哥，我们家老太太病入膏肓，要去跟阎王爷作伴，我到庙里去给她烧纸祈福，等回来咱们去喝2杯。咱们很熟吗？还喝2杯？你是想清楚啥呀？啊，话说你这高兴的劲头，也不像是死了祖母，倒像是送仇人归西了。玉墨之盯着手中的书，眼神动了动，也不知道这是又要去霍霍谁了。宋倩如在马车里面气得要命，却又不敢招惹他，只能催促车夫快点赶路。到了庙里，他一定要让这个死丫头有去无回。何小姐，孽缘啊！你们来寺庙干什么呀？祈福、求财、算姻缘，还是缺德事儿做多了来求佛祖保命的呀？哼，什么嘛，说的没有多坏似的。哎呦，难不成你以为你们是啥好人呢？这你妈无法反驳怎么办？何小姐来寺院烧香。就何家那个没事找事的老太太，非说自己有病，还美其名曰梦到了仙人，要我们来给她祈福才能好。这不，本姑娘就来给她上香了吗？不过我看那老太太确实病得不轻，都出现幻觉了。就她那连亲孙女都要谋害的缺德玩意儿，仙人会搭理她？真是槐树下做春梦的想得美。她那种人啊，要梦也是梦到勾魂的鬼差，我估计是她把鬼和仙儿弄混了，所以不知道其实是阎王爷在向她招手。君妻有一个嘴碎的毛病，无聊了呢就爱叨叨2句。他也不怕南几年会把他给卖了，因为他有着足够的实力和信心来对付曲阳侯府一家子。南几年3人也是听明白了，这是曲阳侯府的人要假借老太太生病为由来算计他。他来这儿呢是为了反击。何小姐珍重，有什么要帮忙的，可以到东厢房找在下。南希和竹风的表情有一些惊讶，要知道他们主子那可是从来不会多管闲事的，就连君妻都有一些诧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忙啊？还是说你憋着别的坏呢？南几年哑然失笑，这姑娘说话总是能够出人意料。我们主子是那种人吗？你可以把妈去掉，她是什么样的人，你们难道不清楚？南希一噎，再一次的无言以对。几年，母亲，老夫人，这位姑娘是？这位是何小姐。南老夫人好。南老夫人淡淡的应了一声，然后就不再理他。几年，云儿在寺里待得无聊，你陪她到处走走吧。这恐怕不妥，儿子还要去跟寺里的人沟通为父亲做法事的具体事宜，恐腾不出时间。既然表妹待得无聊，那不如早日回去吧，毕竟咱们还要逗留2日，不好让表妹跟着受累。姑母，云儿千里迢迢陪咱们来给你父亲做法事，你难道不能多顾虑一下他的感受？你有时间在这里跟个无关紧要的小丫头浪费时间，难道就不能抽出一点时间来陪你表妹？无关紧要还浪费别人时间的君妻，不是他这是招谁惹谁了？我说这位老太太，你们有事儿说事儿，没必要对本姑娘人身攻击吧。还有啊，你儿子摆明了对你这位侄女没兴趣，拒绝的话连我这个外人都听得明明白白的。我说你咋就听不懂人话呢？互相膈应，他很在行的。都一把年纪的人了，也不知道你是咋活这么大岁数还这么天真的，连这么浅显的话都听不出来。你是吃笨鸡蛋长大的吧？还是说你装不懂，就是想塞个你儿子不想要的女人给他？那你这母亲可当得真称职啊！你毫无教养，比不得你狗眼看人低，还不知所谓。你就是这么看着你的母亲被人欺辱的？哎，你可别信口雌黄哈！谁欺辱你了？我这是实话实说。你自己自欺欺人，听不得真话，还怨别人不能撒谎骗你不成？敢到我君妻面前找个自在，呸！也不看看他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还有啊，你可别给本姑娘装冤哈！本姑娘最讨厌被栽赃陷害，小心本姑娘把你衣服扯破，让你在这佛门圣地给佛祖看看他的信徒是有多虔诚。听到这句话，南老夫人突然就站直了一些，看到他这个动作，别说南星了，就是竹风这个内敛的都有一些想笑了。哎呀妈呀，
这老夫人可算是遇到克星了，让她整天作，这下可好了吧？何小姐息怒，家母莽撞，得罪之处，在下向何小姐赔不是了。这个时候，南景年非但没有替自己的母亲出头，还在他母亲的心口上补了一刀。君妻给了他一个算你小子识相的表情，这家伙如果敢帮着他母亲跟自己对着干，自己一定要给这家伙一点颜色瞧瞧，让他知道自己可不是好欺负的。那是你的继母吧？哼，那是我们主子的亲生母亲。那他们可真不像。那老太太一看就是个天真的，跟你主子这个心眼比筛子还多的，真是差了10万8千里了。你们主子肯定不是他带大的。这您都能猜到？拜托，这有什么难的呀？就他俩这行事作风，简直是南辕北辙，好不好？还有，哪对正常的母子有他们这么客套又疏离的？刚听你们的意思，你们主子死了父亲，他们母子这面和心不和的，该不会是为了争遗产吧？你还真猜得8九不离10了。看来本姑娘猜对了啊！果然一谈到钱就会伤感情。看来本姑娘不跟曲阳侯府那些王八蛋谈感情是万分正确的决定。我咋听出来幸灾乐祸的味道啊？对了，刚才本姑娘被你们家老夫人伤了脆弱的小心灵，京城卷税费是不是要结一下？还有赶跑那老女人可是手工啊，辛苦费怎么也该算算。南星和竹风一噎，你可真是好意思开口啊！在满目笑意的南景年的示意下，南星掏了2张银票给君妻，下次有这好时机的提前给我打招呼哈。南星和竹风是万分无语，这家伙可真会坑钱。第一次是饭菜，莫王回京那日更是用上了5花8门的理由，这次又来，总之就是见一次他就得从你的身上薅点。这还没完呢，他居然还盼着有下一次，他这是把他们给当成冤大头来宰了吧？君妻妹妹，哎呦呦，眼高玉鼎的何三公子是在叫我吗？我还以为你会看不见我直接过去呢。君妻妹妹说笑了，这几位是君妻妹妹的朋友吗？上次不是竹风把他揍了一顿丢粪坑旁的吗？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有仇吧，可看何少轩的表情，显然他不知道他们是谁。算不上，就以前认识的一个行商之人，在寺里遇到了，聊了会儿。君妻妹妹是为曲阳侯府的小姐，还是应当顾忌些的好，莫要跟一些不入流的人来往，免得损了归誉，也连累侯府。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整天往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院子里钻，谁知道你们是真的兄妹情深呢，还是打着兄妹的幌子干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就你自己都不清不白的，咋还有脸说教别人呢？他不入流，你入流，咋不见你有什么建树？吃爹娘的，喝爹娘的，这么大的人了，连个谋生的手段都没有，整天就靠着曲阳侯府的那点庇护耍威风，你咋这么没脸没皮呢？君妻小姐说的真他娘的好。好啊，算为兄多管闲事。哼，切，说不过还恼羞成怒，什么东西？本姑娘怕佛祖受不起本姑娘的香火。妹妹，既然来了，就上炷香吧。行吧。君妻被说得烦了，决定证明一下自己的话。他朝着香案走去，路过了缘住持的身旁时，老和尚，出家人还是要少作孽的好，免得死了登不了极乐，反而入了18层地狱。了缘的心里咯噔一跳，就见君妻溜达到了香案前，拿起了3炷香点燃，单手随意地插到了香炉里，然后众目睽睽之下，那3炷明明着得很好的香，就好像被人给掐了一样，从中间断开了。众人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君妻又拿出了3炷香，点燃之后插进了香炉里，还是如此。最后君妻直接就抓起了一把，那火苗都着起来，可是君妻插进香炉一松手，火立马就灭了，而且那一把的香全部都从中间断开。这等诡异的事情，就是福光寺的和尚那也没有见过呀。怎么样，还用上吗？君妻这种情况，他也是第一次做任务的时候发现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判官笔只说，可能是因为他出自地府，与人间香火相处，但他总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看来佛祖并不接受女施主的香火。君妻吃了一声，并没有跟他争辩什么。主持不好了！小沙弥的一嗓子，立马是让君妻精神起来。哎妈，终于来了！何事如此慌张？寺里的花草突然都枯萎了，咱们寺里种的蔬菜瓜果都死了。不仅如此，寺里还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很多死掉的蛇虫鼠蚁。竟有这等事，派人去查查到底怎么回事。主持，智善大师圆寂了。怎么会突然圆寂？不知道啊，可智善大师留下一句话。何话？在行将士，为祸苍生。果然还是躲不过呀。哎呦，
这灾星不会就是我吧？灾星，灾星！尖细的叫声在这紧张万分的时刻传入了大殿内。4只黑色的鸟在殿外上空盘旋，它们的嘴里还不住地说着人话。灾星，元气，元气，灾星！娘的，现在是连只鸟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吗？大家勿慌，不瞒众位，今日我寺中确有灾祸降临，更甚者，我们寺的得道高僧至善大师在刚刚圆寂了。了缘的话一出，众人又是一番的惊呼讨论。军七觉得这老家伙还挺会鼓动人心的，是个搞传销的好苗子。妹妹，四哥带你先走吧。我怎么就有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哥哥？滚一边去，别碍事。不是啊，妹妹，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到时候打起来肯定吃亏啊。灾星降世，必民不聊生。明悟大师云游前有交代，若有一日寺中出现灾祸，必是灾星来临。咋的？要打群架呀？君七，虽然我也舍不得你，但为了天下苍生，你也不要怨娘啊！得了，你可别恶心我了。这一出不是你和了缘那个老秃驴搞出来的吗？你演什么慈母？君七，为娘知道你怨为娘，为娘不怪你，这一切都是天意，为娘只怪自己不能保护你。烧死他！嗓门大你们就有理啊？咋的？杀人放火这么兴奋？你们变态啊！在下曾四处游历，在一位友人家里见过这种鸟，此鸟甚是聪明，善于模仿，能学人言，甚至可以吟唱，所以这并不是什么灾祸之鸟，反而是比鹦鹉八哥还要聪明的奇鸟。依在下看，这几只鸟显然是被人驯养的，只是驯养之人显然是想急于让他们学会这几个字，用了极端的办法，所以这几只鸟就有些有气无力的，叫声也不是那么动听，反而还有几分嘶哑。也想说来着，为了对付我，瞧把这几只鸟累的，也是够可怜的。这位公子，我知道你是舍妹的朋友，但事关天下苍生，你不该为了替君妻妹妹脱身而撒谎愚弄众人。何三公子不必急于给在下定罪，正因为在下是何大小姐的朋友，在下才不得不说句公道话，不似何三公子这般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自己的亲妹妹留，只急于给她定罪。可不是嘛，君七一句话都没说呢，这一家子连护一下都不曾，就把他给推出去了，还不如人家一朋友呢。君七是不是灾星另当别论，但是你们这一家子可真是够凉薄的。再说了，人家替你妹妹说话，你站出来反驳这几个意思？你是巴不得自个儿的妹妹被烧死啊？这么一看，这小子好像不是什么好人呢。和尚，你不会是想要杀人灭口吧？本姑娘不就是无意间知道了你跟曲阳侯府老夫人那点子私情吗？我又没对外宣扬，你至于这么丧心病狂吗？是不是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往这俩同伙的身上泼脏水能够引起轰动。造谣全凭一张嘴嘛，这个他可在行了。他这一嗓子倒好，众香客直接就沸腾了。一个福光寺的住持跟一个侯府的老夫人啊，这是何等惊悚的大新闻呢？人嘛就是这样，只要有人敢说，那就有人敢信，还敢传。恰巧君七就是特别敢说的那一位，只要你想听啊，就是何老太太跟了缘滚床单的那个细节，他都能给你编造出来。西安侯府除了二愣子何少康一脸的懵，无法从震惊之中缓过神来，其余的人都用恨不得把君七千刀万剐的眼神看着他。把山门关上，不得放出去一个人。寺门关没关上，这些人看不见，但是一个个持着长棍的武僧迅速把众人给包围了，那还是很让人心惊的呀。你不会想着把这么多人都灭口吧？哟，这些武僧来的可真及时，真像是提前埋伏好的。众位也看到了，今日这灾星蛊惑人心，意图破坏老衲清誉，毁我福光寺的名声。老衲相信众位一定不会被他蛊惑，做出什么悔恨终生的事。现在老衲要为天下苍生除害，为避免祸及众位，还请众位离开福光寺。不过在离开前，众位须一一向佛祖发下重誓，不可在外妄言，不然老衲必会追究到底。了缘说的是掷地有声，可众人只听出了威胁，这就是让他们闭嘴，不然的话就找他们算账。众人对福光寺失望不已。拿下他们！
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发誓吗？我替他们发。佛祖在上，我君妻以性命发誓，关于了缘主持和何老太太有染的事，我如有半分虚假，就让我天打雷劈，当场横死，死后永不超生，跟阎王爷做千万世的邻居。我这是发的，了缘主持可满意？给我杀了他！10多个武僧迅速把他给围拢起来。朱峰，去帮忙。朱峰拔出了长剑，纵身跳入了包围圈，落在了军妻身后。大兄弟，你够意思！拿下！10几个武僧齐齐出手，军妻也不含糊，在一个武僧的棍子向他袭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躲开，而是直接一只手上前就握住了棍子落下来的那一头。还是让本姑娘教教你这木棍怎么使吧。他对面死抓着木棍不放的武僧，居然直接被他给挑了起来。又一挥，一片哀嚎声响起，大家都懵得不行。很快的，武僧们就重整旗鼓，大部分的武僧也朝着军妻围攻。军妻拿着木棍，舞的是虎虎生威，居然把一群武僧打的是毫无还手之力。妖孽，快把寺里能用的人都召集过来！住手！军妻，我想你也不希望一直维护你的四哥受伤吧？你想怎么样？乖乖束手就擒。若本姑娘就不呢？你想给他收尸？二哥你，四弟，为了咱们曲阳侯府，只能委屈你了。你放心，父亲母亲都会记住你的功劳的。少康，你听话，只要收拾了这个小贱人，往后你要什么母亲都应你。可她是您的亲生女儿，我的亲妹妹，你为什么就这么容不下她呢？妹妹，你别管我，他们只是想吓唬吓唬你，不会拿我怎么样的。我也这么觉得。不过就算他们真杀了你，我也不会束手就擒。但四哥你放心，你若真死了，我会给你报仇的。黄泉路上又能跟家人团聚，我想你也应该挺开心的吧。何少康突然就觉得被亲妹子给捅了一刀，他心里头拔凉拔凉的，这怎么回事啊？没用的废物！宋倩如被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他近前的军妻一巴掌就给扇晕过去了。别人打你，你就打回去，有什么好矫情的呀？全都给老衲上！福光寺里，僧人很快就聚集到了一起，有拿棍子的，还有拿菜刀的，密密麻麻，足有400-500号人。看了缘的表情也知道，他这是要孤注一掷了。想车轮战啊！看来今天本姑娘不让你们见识见识本姑娘的厉害，你们是不能理解，本姑娘并不想大开杀戒的良苦用心的。在这句话落下之后，军妻的气势突然就变了，然后绕过了肩膀，手伸向后颈的衣领处。当一把通体漆黑如墨，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战镰被军妻握在手里的时候，人们就只剩下了惊惧。姑奶奶活在这世上，从来都只有欺负别人的份儿，即便是途经着天下人，姑奶奶也绝不会任人摆布。黑色战镰便朝着大殿挥出，顺着战镰所挥出的方向，犹如飓风一般，一道巨大的黑气迸射而出，气体两边的人都被震飞出去。紧接着，大殿轰然倒塌，百年殿宇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堆的废墟。这还不算完，黑气落在地上，大地颤动，一道裂缝就这样出现在了地面上。一把不足1尺半的战镰，仅一下，不仅是毁了一座坚固的殿宇，更是把大地都给劈出了一道口子。人们简直都看呆了。怎么样，还要抓我吗？众僧集体朝后退去，害怕、惊怖、慌乱在他们的脸上不断的变换，无一不在昭示着他们内心对军妻以及他手中战镰的惧怕。把战镰交出来！军妻对于这个累赘真的是万分无语，好吗？连着2次被人给拿刀架在脖子上，他是真想亲自给他一刀，把这又蠢又菜的玩意儿给一刀了结算了。可是这么干的话，那肯定会增加原主的怨气，任务肯定就完不成了。想想就还是算了。军妻对于何少康这个任务真的是心累得很。去死吧！他举起战镰，用力地往军妻的身上挥出，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别说是刚刚的黑气了，就是风都没有带下来一丝。战镰在他的手里，仿佛就是一把普通的镰刀一般，毫无特色。军妻嗤了一声，抬起右手朝他做了一个抓握的动作，战镰仿佛有自己的意识一般，直接就脱离了了缘的手，飞向了军妻。我原以为你只是阴险，没想到你还挺贪婪。这东西还是他离开地府的时候顺便拿的那个地府神器，那岂是一介凡人所能够驾驭的呀？ 42斤有余，
佛当年身中4大各自有名，都无我主。看来你这佛门子弟当的真是不怎么样，连佛祖的教诲都能违背。今日本姑娘就发善心，助你脱离苦海，去跟佛祖见个面，好好忏悔去吧。君妻看着了缘，再一次举起了手中战镰。施主手下留情。一个身披袈裟、手拿权杖的老和尚踏空而来，落在了君妻的眼前。是明悟方丈。众僧见到来人，都仿佛找到了主心骨一样，紧张惊惧的情绪瞬间消散。你就是那个传得跟个仙儿似的明悟老和尚？正是老衲。你想多管闲事？寺中人犯错，老衲难辞其咎，还请施主宽宥一二，容老衲亲自处理。行吧，不过你得当众还本姑娘清白。此事由本寺的僧人引起，老衲自然义不容辞。明悟方丈，此女心狠毒辣，不孝不悌，不敬佛祖。最重要的是，她手中那威力巨大、不似人间之物的兵器，都可以证明她是妖孽。而且她在佛前燃得像尽数锻炼，就说明她是连佛祖都厌弃的人。还请明悟方丈为万千黎民除去这妖女，以免她做出生灵涂炭之举。了缘说的是头头是道，见过方才那一幕的众人也反驳不了，毕竟君妻这情况他们是闻所未闻，确实是诡异了一些。我妹妹不是妖女。何少康这个二愣子着急慌忙的就窜出来替君妻辩解，结果就是被嫌他碍事的君妻又给扒拉到一边去了。这么多大佬在呢，这蠢货出来找什么存在感？当初老衲提醒过你，若斩不断尘世之忧，必招致横祸。你慧根颇佳，若能一心向佛，必有所成就。可你却被执念心魔所累。众人是越听越不对劲儿，感觉明悟方丈在指责了缘住持为了一己私欲才整出来了今天的事情。罢了，既然你无法放下，那就回尘世去吧。不，明悟方丈，了缘知错了，了缘不该为了愧疚而构陷他人，更不该执迷不悟，导致佛光寺大殿被毁，被人诟病。了缘，我们修佛之人修的是心，而非寺院、私欲、名声这等俗物，你可听明白了？了缘住持犹如行尸走肉一般，呆呆地跪在地上。老和尚，本姑娘的事呢？姑娘，稍待片刻。老衲知道何施主展现的能力让你们有所猜忌，也不知所措，但老衲要重新声明，何施主他不是妖孽，更不是什么灾星，相反，他的命格极贵，不是吾等凡人能随意揣度的。众人看着君妻的目光都带上了前所未有的骇然和炽热，不是妖女那就是神女了呗。君妻挺了挺小胸脯啊，不得不说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还是很爽的。明悟向君妻告辞，处理了缘的事情，结果呢被君妻给拦住了。我说老和尚，我在你寺里又是被诬陷，又是被围攻的差点就没了，你是不是应该补偿点精神损失费什么的？他总不能白白被折腾一场吧？明悟以及周围没有走远的僧人还有南景年3个人都傻了，人家都是往寺院里面捐钱啊，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朝寺院要钱的，总有一种被把寺院差点毁了的女土匪、女霸王给讹上的感觉，这怎么回事啊？明悟方丈今日不见外客，姑娘请回吧。我不是客，我是他债主，今天是来收账的。要不你去给本姑娘问问，他钱准备好了没？明悟方丈那样的得道高僧会欠你钱，肯定是来捣乱的。我跟你说真的。君妻见兵将不信，于是就抓了一个路过的小沙弥过来作证。小沙弥其实昨天并没有听到他跟明悟算账的话，但是迫于他的淫威，小沙弥昧着良心就点了点头。我放了妄语，佛祖不会怪我吧？兵将想了想，丢下了一句等着，就转身进了院子。紧接着一个英姿飒爽的小将走了出来。哎，金大哥，三个太有缘了。君妻看着站在跟前的冯文豪，笑的是见牙不见眼。冯文豪见到他嘛，这心情就没有那么的美妙了。这怎么哪都能碰到他呀？回京时间不长，跟他倒是经常能够撞上。你说这孽缘想不要都不成。你们家那个被皇上催婚的王爷是不是在里面？
军旗透过开着的院门，瞄了眼院子里3步1哨5步1岗的士兵，瞧瞧人家这派头，没法比呀，没法比。冯文豪是真的不明白军旗这不着调的德行是怎么形成的。不都说京城的女子最是守规矩懂礼节的吗？依他看，边关女子都没有他不拘小节。何大小姐有事儿？也没什么，就明悟欠了本姑娘点钱，我这不是要走了吗？就想着还是结清了的好。你也知道那老和尚居无定所的，万一他是打算欠债不还跑了，那我岂不是亏大了？冯文豪的嘴角很抽了一下。你爸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冯文豪一开始以为只是一件小事儿，现在他却觉得自己未必就能处理得了。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这姑娘有点难缠，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何大小姐请稍等。王爷，明悟方丈，何大小姐求见，说要向明悟方丈讨要一笔欠款。冯文豪说这话的时候都有一些张不开嘴。玉墨之挑眉，觉得这小丫头连明悟方丈这个得道高僧都不放过，是真闹腾。明悟则呵呵笑起来，他抬手示意一下侍候在一旁的小沙弥，小沙弥掏出了2张银票递给了冯文豪，冯文豪退出去关上门，转身走到了院外，把银票交给了军妻。看着高兴的蹦蹦跳跳走远的小丫头，冯文豪莫名觉得他们可能还会遇到。南大财主。南几年听到他这般俗气的不能再俗气的称呼，摇头失笑。何小姐这是准备回去？家里一堆事情等着我呢，可不能耽搁了。南几年3人突然就为曲阳侯府的人捏了一把冷汗，想必这小丫头回去又得是一番的鸡飞狗跳吧。他们在这边说说笑笑，气势逼人的一队人马自不远处走过，为首那人面容绝世，却是面无表情，神情冷峻。贴到和男人相谈甚欢的小丫头，她脚步微顿了一下，复又迈步向前，只不过她那一股子生人勿近的冰冷气息似乎是更盛了一些，让紧跟在她身后的冯文豪有一些摸不着头脑。军妻跟何少康走出了福光寺，山门外那整齐而又威风凛凛的一队人马，让军妻又是一阵的艳羡。啥时候也能有这待遇啊？金大哥，好巧啊！军大哥，你们在等人啊？哎，军大哥，你们来寺院干什么呀？是不是知道明悟那老和尚回来了，特意来给你们家王爷算姻缘的？还是你们造的杀孽多了，夜里睡不踏实，来求佛祖宽恕的呀？特别无语的众兵将，不是你其实可以再大点声啊！妹妹，咱们快赶路吧。何少康赶紧拉着他就往前走，生怕走慢了被玉墨之的人给砍了。又不赶着投胎，你着什么急？军大哥，等何老太太咽气了，我请你去吃席。那曲阳侯府的老夫人摊上你这么个孙女，估计真的离死不远了。1个时辰之后，人烟稀少的宽阔山路上，一个小丫头看着走1步歇2步的弱鸡四哥就催促道：“你到底还能不能走了？照你这龟爬的速度，咱晚上是不是要睡在路上？”妹妹，咱们要不再歇一会儿吧？歇一会儿，就1个多时辰，他们都歇多少会儿了呀？这家伙脑子不行也就算了，咋体力也这么废啊？就是挺心累的。其实要说何少康这身体有多差，倒也不至于，只不过军妻的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好了。一开始吧，何少康几乎是要用小跑的才能够跟得上他，1个时辰也就是2个小时。别说何少康这么一个四体不勤的，就是来一个现代的体育生，那估计也得累趴下呀。四哥，咱们有救了！见到越来越近的玉墨之的队伍，哎呀妈，终于有个人能够载他们一程了。军妻站在路中央，对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冯文豪等人招手。何少康吓得想拉他，被他一把就推到了一旁。边待着去，别捣乱，也不看看我是为了谁。何大小姐，金大哥，咱们也算老熟人了，现在本姑娘有难，捎带我们一程呗。冯文豪看了一眼旁边站起来腿还在打晃的何少康，又瞅了瞅面前这个生龙活虎连面色都没变一下的小丫头，有一些为难的皱了一下眉。让他们上来。冯文豪有一些惊讶，自家冷血无情一向没有人心的王爷今天怎么就这么好说话呢？莫大王爷。然后就招呼何少康一声，快速的越过兵将窜上了马车，那动作就跟生怕别人反悔似的，一气呵成。你可真溜啊！
老和尚你也在。女施主安好。好，大家都好，莫大王爷也好。玉墨之抬头，用那双深渊一般的黑眸看了他一眼，军旗突然就有一种汗毛倒立的感觉，不愧是变态级的杀人狂魔啊！这漠然的仿佛没有你这个人似的感觉，他真的是第一次遇到。不管了，先搭完这次顺风车再说。老和尚，你这干什么去啊？俗事不足为外人道。不说就不说，可我这整什么虚伪啊？说真的，本姑娘跟你们浮光寺可能犯冲，第一次来，不是陷害就是死人的。别跑！求君爷，救救小女子吧！一个穿着粗布麻衣的娇弱女子正跪在队伍的前面，几个看起来不好惹的大汉紧随其后的赶到。耽误了君爷赶路，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就带这女人走。不，君爷，求君爷救命！小女子是被父兄所卖，只要君爷能救小女子，小女子救牛做马也会报答君爷的。让开！得嘞，君爷，草民这就带这疯女人走。君爷，你行行好吧。妹妹，要不咱们拿些钱给这位姑娘赎身吧？四哥想救她，看着怪可怜的。再说了，咱们也不缺那点钱啊。何少康被车里3个大佬给盯得有一些心里打鼓，总觉得自己似乎是说错了话了。也是，赎个人应该也用不了多少钱。那四哥你下去跟那些人说说吧。带他下了马车，刚走到前面，君大哥，剩下的事由我四哥解决，为避免耽误你们家主子的大事，咱们先走吧。不是，何少康都傻了。女施主很聪慧啊。那是，就这点小伎俩，也就骗骗我四哥那个傻子。一个长相标致、细皮嫩肉的女人，一群想要欺辱她的男人。这女人不仅是化了淡妆，不像是穷苦人家的人，还在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的追赶之下毫发无伤。这还不算，她还这么凑巧的就拦住了莫王府的马车。这么多的问题，没猫腻才怪呢。女施主就不怕令兄出事儿？不会啦，他们的目标是莫大王爷，我四哥可是从莫大王爷的马车上下去的。他们若是不跟我四哥一样傻，应该知道怎么利用我四哥最有利。相反，有他们在，四哥肯定平平安安的就到家了。女施主睿智啊。小意思啦。女施主为何不与令兄说清楚呢？我四哥那个人就是不食人间险恶。何少康虽然整天招猫逗狗的不务正业，但绝对算不上是坏人。相反，他还有一些单纯好骗。人嘛，总要经过社会的毒打才能真正的成长。就像养在家里的花，虽然看着好看，但却经不起风雨摧残；而长在野地里的杂草，虽然不起眼，但却不屈不挠，生命力旺盛。人们虽然喜欢娇嫩的花，却希望自己成为坚韧的草。你就拿我四哥来说吧，他就跟那些花草一样，你总把他护在羽衣下，他会脆弱的经不起一点的风浪。我四哥总要自己经历挫折才能长大嘛。毒打的多了嘛，这何少康也就成长了，他也就省心了。女施主高才呀！明悟对军期的见解很是欣赏，一直听着他们对话没有出声的玉墨之瞟了那个被夸了洋洋自得的小丫头一眼，没想到这丫头除了闹腾还挺忽悠。大小姐，不是奴婢等不尽心尽力，实在是老夫人的命令，奴婢们违抗不得呀。行了，马上去找，若是找不回招财，你们也不用回来了。招财也是够倒霉的，何老太太以为这一次军期必然是回不来了，就想着把军期的住处给收拾一下，然后再让何慧莹搬回来。为此，她还心情不错的亲自去军期的院子里面走了一遭，结果就看到了正在院子里头懒洋洋晒太阳的招财，恨屋及乌啊！何老太太看着这只不讨喜的孙女的宠物鸭子，她能放过它吗？招财见势不妙，在何老太太下命令之前就扑扇着翅膀飞快地跑了。要说这招财也挺能了，在这么多人的围追堵截之下，他居然还逃出了曲阳侯府。一只鸭子，曲阳侯府也没有继续的追着不放，只不过招财流落在外，让军期有一些担心。无主的鸭子啊，他见了都想抓住给炖了。想必墨汁已经与大师说了朕来找大师的用意。是，还请皇上详细讲述一下经过。于是呢，渊正帝就把这些日子发生的倒霉事儿给讲了一遍。就是自洗尘宴之后，渊正帝呢就开始倒霉啊，什么喝水被呛一下呀，走路被石头给绊一下呀，刮个风就能吃一嘴的沙子了。他这边的情况倒不是很严重，可是他的皇后跟2个妃嫔就比较的惨了。皇后是染了风寒，好多天都不见好转；2个妃嫔，一个莫名其妙的摔断了腿，一个伤了头，差点毁容了。反正就是总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就挺诡异的。青天剑也看不出一个缘由。皇上这是受了不能承受的运数，被反噬了运道啊！可有解？
皇上不用紧张，只需静待数日，灾运就可自行消散。大师可看得出是何物引起的这灾厄？皇上有龙气护体，这灾厄伤不到皇上，只是会让皇上受些小磨难。但皇后和2位妃嫔可能会比较严重啊。从这里可以看出，皇上和皇后还有2位嫔妃必然都接触过内务啊。皇上只需想一想，在出现此等情况之下，和皇后还有2位妃嫔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或是碰过什么东西，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找出缘由了。渊正帝拧眉陷入了沉思，想了半天，脑袋都给想疼了，他也没什么头绪啊，所以就只得作罢了。洗尘宴之后的晚上，皇上摔了一跤，皇后染风寒，2位妃嫔也相继出事。对，就是在洗尘宴之后。那皇上在洗尘宴上可见过什么特别人或东西？渊正帝又为难了，洗尘宴见的人可多了，这让他怎么说呢？曲阳侯府大小姐何君妻，那小丫头有什么特别的？渊正帝不明所以，君妻给渊正帝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不懂礼教、粗鲁无礼又能巴巴的小丫头，他是真的没有瞧出来那小丫头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不，那位何大小姐的命格不同于常人，极贵又极险，像是某种超脱的存在，让人无法真正的窥探其中啊。渊正帝惊了一下，有一些不能相信。这不管怎么说，一切还是要再见到君妻才能够得到答案。皇上好，拜见皇上。君妻不情不愿地给渊正帝磕了一个头。起吧。看着他这不伦不类的磕头礼，渊正帝的眼睛又疼了。从君妻进来，明悟方丈就紧盯着他跟渊正帝的互动。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明悟的眼中就露出了一抹恍然之色。皇上您找我什么事儿？君妻问的是一点都不含糊，好像他面对的不是一国之君，而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子一样。渊正帝看了一眼明悟，见明悟朝他点点头。好啊，感情这么倒霉都是因为这臭丫头，你先退下吧。他此时是真的一眼都不想看到这倒霉孩子。君妻都麻了，啥玩意儿啊，让他来，啥也不说的就让他走。这老皇帝不会是变着法子的在折腾他吧？皇上您是不是太操劳了，累得头晕眼花的呀？这是有病吧？滚！臣女告退。君妻这次连礼都没行就走出去了，要不是没完成任务，他还得留在这儿，他非得给这个老头子一拳不可。君妻哪受过这种气啊？因此他走之前还特意给渊正帝留了一个你病得不轻的鄙视眼神，把渊正帝差点给气死。你们瞅瞅，这是一个臣女应有的德行吗？这简直就是他的克星啊！皇上息怒，何大小姐只是不善伪装而已。大师可看清楚了，皇上、皇后和2位后妃近日灾祸确实因为何大小姐。贫道刚刚也说过，何大小姐的命格极贵，而皇上受不起她的跪拜，因此才导致您的龙运不佳呀。渊正帝那眼睛都瞪直了，连一向没什么表情的玉墨之也是挑了挑眉。皇上有所不知啊，何大小姐燃香必断，连佛祖都受不得她的香火呀。那丫头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也太悬了。不过听到佛祖都受不起他的香火时，渊正帝的心里就好受了一些。他总不能跟佛祖比吧？想到刚刚那丫头又给他磕了一个头，渊正帝是彻底的郁闷了。难不成他还得再接着倒霉一阵子啊？朕记得那日墨汁也受过他的贵礼。墨王是百邪不侵之体，所以呢他不会有影响。既然那丫头命格特殊，那让她为我大越效力如何？哎，不可，那姑娘有自己的使命，她的人生最不可控。皇上还是三思而后行，免得……渊正帝一听明悟这么说，立马就歇了心思，倒霉的根儿找到了。渊正帝直接一道见君免贵的圣旨下去，弄得君妻都有一些晕头转向的。曲阳侯府的老太君瘫了，口不能言，手不能动，什么都做不了，生不如死的那种。这老太太装病也就算了，还跑到她院子里把招财给弄丢了。君妻回来直接就找到她，然后呢，她就只能喘气儿了。曲阳侯找了不知道多少个大夫，连御医都让他给找来了，可是大夫越是折腾，他的状况就越是严重，最后连眼珠子都不灵活了。君妻现在的重点是在找招财上。都这么长时间了，按说招财早就应该回来了，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不行，多耽搁1分钟，那鸭子可能就被下锅了。君妻把曲阳侯府的下人都打发出去找招财，曲阳侯等人也不敢有意见。
曲阳侯府大小姐找一只鸭子的事情闹得几乎是人尽皆知，可是招财愣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招财不会已经没了吧？倒不是他担心招财会死，而是一个世界招财只能够寄居一具躯壳，一旦脱离了他现在这具躯壳，招财就成了见光死。他这一世就只能够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等着下一次的任务。看来只能是用点非常手段了。君妻拿出了一枚铜钱放到了桌子上，然后拿出匕首割破了掌心的肌肤，鲜血滴在铜钱上，立刻就融了进去。与此同时，铜钱泛起火红色的光芒，那只死鸭子就知道浪费他的血，站在气势恢宏的大门外。君妻琢磨着该怎么进去，直接上门要，说什么呢？说我家鸭子在他们府里，会不会被当成神经病啊？那要不然翻墙？君妻在莫王府的大门外顶着守门侍卫诡异的目光，抓耳挠腮的来回转圈。就在他打定主意先去问问不行再翻墙进去的时候，杂乱的马蹄声自左方响起，10多个人骑着马快速地奔到了君妻的面前。为首那个清冷又绝世的男子在君妻近前勒住了马的缰绳，然后就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君妻眼睛一亮，几步绕过了玉墨之的坐骑，走到了紧随其后的冯文豪的身边。嘿，金大哥，咱们也算老熟人了，帮个小忙呗。就我养的鸭子跑你们莫王府去了，你帮忙给找找呗。你确定不是来捣乱的？带进来。玉墨之的声音似乎比之以往更加的冷了一些。突然有种落入虎穴的感觉，是怎么回事？招财，招财，不对啊，算的明明是这个位置，为什么没有啊？你们府里的鸭子都在这儿了，没有遗漏？还有一只，只不过那只鸭子快死了，我们就把它丢在了角落里，想着抽空丢掉。快把它弄出来！很快的，一只脏兮兮又奄奄一息的鸭子被抓出来放到了地上。招财，你这是都经历了些啥呀？终于得救了。苦命的招财呀，那眼泪都流出来了。要说招财也是够机灵的，那天从曲阳侯府逃出来，他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晃荡了一会儿，就发现人们看他的眼神不对劲儿。要知道他现在可是一只鸭子，又落了单，在人们的眼里那就是一道美食啊。最后找了一个别人绝对不敢靠近的地方，那就是莫王府的府墙外，等着君妻回来。结果外面的人是没把他给怎么样啊，可是巡逻的士兵发现他了呀，然后就把他给抓进了府里。莫王府的厨房因为管辖着整个莫王府的吃食，活物很多。招财被丢进去呢，不用说，等着他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招财见势不妙，于是就开始绝食，这就跟猪养肥了会被宰一样。他想着自己饿瘦了，应该也能安全一点。招财一边绝食一边装病，厨房每天的鸡鸭都换了好几茬了，他愣是每次都能被厨房的人给淘汰了，因为他看起来太瘦了，又病恹恹的。厨房里的人怕他有什么病，也想着养肥一点再杀，所以就没动他。我发现你最近有些多灾多难啊，不是被追着拔毛，就是差点被宰，这家伙的运气有点差呀。我也这么觉得。要不然带你去庙里求个平安符。你为什么不亲自为我画一个呢？你也知道我比较擅长整人，我怕手抖给你画成招灾符。庙里的管用吗？求个心安呗。就我这次去的福光寺，那个叫明悟的老和尚道行挺高的，让他给你做个法，驱个邪，弄个符带上，多少应该也能起点作用。可他会不会看出来什么？别担心，看出来也没关系，他要敢乱说话，我就送他去见他家佛祖。这也行。冯文豪听着君妻对着一只鸭子自说自话，不仅要为了一只鸭子向德高望重的明悟方丈求平安符，还大逆不道的想把明悟方丈给做了，那脸上的表情啊，就跟被雷给劈了一样。在一旁待命的管家刘忠嘴角也是不住的颤抖，玉墨之倒是没什么表情，就跟什么都没听见似的，端茶杯的手都不带抖一下的，淡定的很。不过曲阳侯府对你来说太危险了，我又不能时时刻刻在你身边，这咋整？曲阳侯府想要弄死他，他想毁了曲阳侯府，那帮人拿他没办法，但跟着他的招财可没什么自保的能力啊。要不然你给我雇个佣人保护我。费钱。能跟曲阳侯府对上不落下风的必然是高手，雇个高手那得多少钱呢？小气鬼，守财奴。你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有能耐你赚钱试试。这家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说怎么办啊？
军期的眉头打成了死结，这还真是一个问题。你可以把它放在莫王府。军期没说话，他看着那张无可挑剔又清冷孤傲的脸，总觉得这家伙不好惹。我这种小事儿怎么好麻烦莫大王爷这等大忙人呢？军期对危险的感知一向很强，而玉墨之是他迄今为止感觉最危险的人，没有之一，所以他不自觉的就想远离他。空气仿佛一瞬间就凝结住了，冯文豪呢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何大小姐，您看我们莫王府地方多大，养您的鸭子，招财绝对不成问题。最关键的是，我们莫王府安全呀。您就说这全京城，除了皇宫大内，您上哪儿找这么安全的地儿？在我们莫王府，吃得好，住得好，就是曲阳侯亲自来，他也动不了您的招财一根毛。您不仅省了心，还省了钱，这于您而言可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啊。刘忠一边鼓吹，军期一边点头，他觉得刘忠说的还真是有道理。你觉得怎么样啊？招财俩绿豆眼看着对他献媚的刘忠，想了一下，嘎嘎叫了2声。他也觉得这地儿比曲阳侯府安全的多了，有玉墨之发话，又有大管家的照看，别人指定是不敢给他拔毛了。先住2天，实在不行再走也成。莫大王爷，你可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招财就麻烦您了。不过您放心，招财可皮实了，很好喂的，您就让人给他随便拌和些猪食就行。还有，反正闲着是闲着，看个门啊、暖个床啊这种小事他都能干。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别吵，要是万一哪天人家跟我算你的伙食费、住宿费什么的怎么办？他多少也能还一下价不是？招财被他气得绿豆小眼都大了一圈，把招财留下，军期很是放心的就走了。在他的眼里，玉墨之一个大王爷也不可能亲自照顾一只鸭子，所以招财只要不招惹这座王府里的头号大 boss， 这小命指定是有保障的。军期妹妹，我们正在搜捕一名穷凶极恶的逃犯，为了百姓和府里人的安全，希望军期妹妹配合。说着，他就冲旁边那个留着络腮胡子、长相粗犷、眼里露出猥琐光芒的男人使了一个眼色。怎么也是为了公务，何大小姐还请见谅啊。不过为了何大小姐的清誉，何大小姐的闺房还是由在下一个人去检查为好啊。与此同时，何少杰领着其余的人走了出去，并且站在门外不让丫鬟小厮靠近。军期坐在院子外面一棵大树上，看着自己院子里的闹剧，露出了一抹奸笑。这个何少杰以为找了刑部的人来毁坏自己的清白，自己就只能是打落牙齿喝血吞，却不知道这正是自己给他设的一个局而已。屋子里的粗喘声昭示着里面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好事儿，让外面跟着俩头头来的刑部衙门的人脸红的同时，又对何少杰的心狠手辣多了一个认知。哟，何二少爷，这么晚了不睡觉，你带这么多人在我院子里给本姑娘抓蚊子？军期，屋里那个人是谁？何少杰声音有一些颤抖，又带着一抹希冀。他希望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丫鬟什么的。当然是何二少爷那个风光无限的好母亲了。军期扬起了一抹恶劣的笑容。何少杰的脑袋嗡的一声，他先是有片刻的耳鸣，然后就猛地冲进了屋子里。我劝你们还是趁着里面的人没时间收拾你们的时候，赶紧把这件事闹得全城皆知的为好。你们也知道，像这种连亲人都害的权贵之家，又怎么可能放过你们这些小喽啰呢？毕竟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嘛。军期见他们有所动摇，突然把手里的铜锣往上一扬。曲阳侯府何二少爷带人玷污自己的母亲喽！伴随着铜锣的响声，这句话也传入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有一个比较聪明的衙役发狠地跑了出去，他一边跑还一边喊：宣侯夫人被自己儿子带人玷污了。其他人也反应过来，纷纷效仿。这个时候不是何少杰死就是他们亡，总得搏一搏不是吗？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啊！还要多谢你们的配合。那是你的母亲，一个视我为污点，一心想弄死我的母亲。我发现何二少爷你真是挺双标的，你敢说今日这一出不是你跟你那个好母亲商量好的？何少杰拔出了长刀。何二少爷杀人灭口了，曲阳侯夫人被何二少爷带人玷污了。军期一边喊一边敲着个锣就往外跑，何少杰紧追不舍。夜深人静的，就这动静，他们所过之处基本上都能听见。何少杰急得恨不能自己砍上自己一刀，军期则在前面跟逗狗似的就逗弄他。最后两个人直接就来到了衙门口，军期丢下锣，敲起了鼓。
何少杰拿刀砍他，都被他灵活的给躲开了。不仅如此，他行凶的这一幕还被开门的衙役给看了一个正着，最后何少杰被一拥而上的衙役给直接拿下了。刑部尚书听了经过，对于何少杰真的是厌恶的不行。君妻怎么说也是他亲妹妹，伙同外人糟践自己的亲妹妹，真亏他做得出来。最后呢，陈尚书先是把何少杰给收押了。曲阳侯府的少爷杀了那个主事的儿子，而那个主事的儿子则奸污了曲阳侯夫人，这就成了解不开的死仇了。就让这俩以往狼狈为奸的狗咬狗去好了，到最后谁胜谁败都不会影响他。这天一亮啊，京城又炸开了锅了。千百年来也没发生过这么狗血的事儿，大家都挺兴奋。本来曲阳侯府跟宋家还有那位死了儿子的刑部主事都想压下此事，毕竟这种事情对于他们三家来说那是耻辱，也是一辈子都洗不掉的污名。可是君妻跟陈尚书可不太愿意这件事情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过去，他们的想法那就是闹得越大越好。于是在这二位的共同努力之下，曲阳侯夫人被刑部主事的儿子玷污，曲阳侯府二少爷怒而杀人的事情就这么被传扬的人尽皆知了。皇上，您可要为臣妾的兄长做主啊！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皇上，妾只有这一个兄长，如今被人算计，身首异处，求皇上一定要为妾身做主啊！陈爱卿，你说说这件事该怎么处置？依臣之见，人死不能复生，既然双方都有错，不如各退一步。当然，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何校尉私自杀人本就触犯了律法，不如就剥夺了他的职位，变为庶人，从此不得为官，以示律法的威严。何少杰要是被贬为庶人，那就等于是与官场无缘了，相当于是废人一个。对于一个汲汲营营想在官场一展抱负的人来说，这可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呢。就这么办吧。臣妾不服啊！皇上，臣妾的父兄兢兢业业为国为民，如今就这样死了，可凶手却毫发无伤，臣妾不甘心啊！君妻拉了拉刑部尚书的衣袖，陈尚书回头，想不想搞死他？你有办法？我帮你收拾这俩人，你得帮我再给何少杰加点料。陈尚书想了想，给了他一个成交的眼神。要是这俩人没见过几回，却能够用眼神毫无障碍的交流，那也是挺心有灵犀的。哎呀，您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刑部主事在宫里当妃子的女儿迎嫔娘娘啊！您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啊，百姓都在传，等皇后娘娘没了，您就是下任的皇后了，是不是真的呀？我绝无此事啊，皇上！窥伺僭越皇后之位，这可是灭九族的死罪，他能不怕吗？您别怕呀，皇上那么宠您，连您家的小厮打死了人都能无罪释放。您父亲强占别人的田地，抢人家的铺子都没事，可见皇上是真把您放在心尖上宠啊。百姓怎么形容您来着？哦对了，后宫佳丽3000人，3000宠爱在一身。皇上，您是不是真的跟大街上的人传的一样，芙蓉帐暖度春宵，从此君王不早朝？还有啊，虽然您是一国帝王，这个国家都是您的，但迎嫔娘娘的兄长，您的大舅哥抢了那么多女孩子做妾，还一分聘礼都没有，这也太小气了。您看，要不您补偿点迎嫔娘娘家，不然您外戚家总这么占百姓便宜，那您身为女婿，这脸上也不好看，不是？放肆！什么外戚大舅哥的？我是一国帝王，我的外戚只有皇后的娘家配称。这丫头叨叨半天，不就是说我昏庸无道吗？皇上，您生的什么气啊？百姓都这么说，难道还错了？百姓没错，那当然是你这个给银嫔撑腰的皇上的错了。来人，去查查银嫔的娘家。皇上，臣妾冤枉啊！很快的，禁卫军把银嫔娘家作奸犯科的一摞证据都给呈了上来。看着那些个证据，渊正帝的脸渐渐的黑成了墨。最终，迎嫔跟其父都被打入了天牢，其家族也被抄了。渊正帝挥退众人，只留了君妻续话。陈尚书临退出去之前，还以何少杰以前跟银嫔兄长交情过密，有同流合污之嫌，给何少杰请了30板子的赏赐。陈尚书亲自监督，何
何少杰被打得血肉模糊，被曲阳侯带回了家。说吧，今日这出是不是你整出来的？皇上您可不能空口白牙的冤枉我。皇上您是不是觉得您是九五之尊，所以说话就不用证据了？皇上您可真够不讲理的。您说您自己做错了事儿，坑了自己的子民，我这给您提了醒，让您免受奸妃祸害，也算是大功一件了吧？您可倒好啊，还过河拆桥，想给我定罪。难不成您舍不得荧嫔，所以想打击报复举报有功的我？您要早说，在您心里您的宠妃比子民重要，我不就不多管闲事了不是？滚！老头，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故意找茬啊？每次都骂人，这么粗鲁！你作为帝王的礼仪教养呢？你就不怕你这么丢皇家的脸，先帝的棺材板压不住，晚上来找你？渊正帝就算是在当皇子的时候，那也没有被人指着鼻子这么骂过呀。他整个人都傻了。旁边待命的一个小太监直接把手里面端着的托盘都给丢到了地上，还有那个大内总管长安站在渊正帝的旁边，嘴巴张的那下巴都掉到地上去了。行了，本姑娘大度，这次就不与你计较了。皇上您可一定要记住这次的教训，万不可再行这等粗鲁之举，丢了皇家的脸面。本姑娘还有事就不留了，皇上您自己反省吧。说完这句话，军旗就腿脚麻利地窜出去了。等渊正帝反应过来，他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渊正帝被他气的是头昏眼花，当即就下令让御林军去追他。他觉得啊，他要是不给这死丫头一点教训，这死丫头说不定哪天都能骑到他脖子上拉屎。招财，快跟我走。又咋了？就那个老皇上，老公找不自在，我就说了他两句，他那人一看心眼就不大，我得出去躲躲。刚过2天好日子你就作，少废话，你到底跟不跟我走？走。你们要去哪儿？莫大王爷好呀，这不是我觉得招财在您这儿实在是太麻烦您了，所以想着还是自己养的好。莫大王爷，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哈。站住！启禀王爷，御林军已经走了。难不成这家伙这是在保我？不能吧！进来说吧，怎么回事？就你那个舅舅总骂我，第一次让我滚，我给他面子；第二次把我叫去，除了一个滚字什么都没有，我又忍了，我够大度了吧？可这次他还让我滚，我又不是球，又没做错事，凭什么总逮着我欺负？好家伙，这是真不明白自己啥身份呢。莫大王爷，你说说，你那个舅舅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军旗说着说着就刹不住车了，嫌弃我吧，还总把我叫过去跟他相看两相厌，我不去吧，那就是抗旨不遵；去吧，他看见我还不高兴，这是为难我呢，还是为难他自己啊？玉墨之听明白了，这是跟皇上吵了2句，皇上想教训他，然后呢，他跑了。哎呀，不得不说呀，这丫头是他见过胆子最大的了，敢跟皇上吵嘴不说，还敢在皇宫大内御林军的眼皮子底下跑路，这真的是无法无天呐！估计现在皇上都被气得不轻了。这件事本王会亲自跟皇上解释清楚。真的吗？莫大王爷，您可真是个大好人啊！外面的传言又是怎么回事？就那个宋倩如嫌弃我丢她的人，何少杰又想把我送给人换他晋升的机会，然后跟宋倩如合伙给我下药，又找人想毁我清白。军旗可不会说这是他设计的，不过当军旗说到毁清白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屋子里的气温就降了下来。我就想着吧，也不能让人家心血白费不是，所以我就来了个偷梁换柱。虽然宋倩如半老徐娘了，但我相信为了他儿子，他还是很愿意牺牲的。毕竟人家比他小，体力也跟得上，他那也是占了便宜的。可是没想到啊，他愿意了，他儿子就反悔了。这不民已成炊了，宋倩如该享受的都享受了，那到外面找个小官还得花钱的吧？他们倒好啊，白嫖就算了，这过后还忘恩负义的把人家白出力的给杀了。你说说，他们这么过河拆桥的，是不是太不是东西了？我这么善良，怎么能看着他们这么恩将仇报呢？于是就大义灭亲到衙门，把他们给告了。做得不错。侯夫人歇着呢。你这个贱人，我都被你害成这个样子，现在你满意了？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当初在生你的时候，我就应该掐死你。宋倩如顺风顺水了大半辈子，没想到最后会毁在自己亲生女儿的手里，她怎么能不恨呢？侯夫人，咱说话可得凭良心，不是你想为二儿子铺路才把药下在我的吃食里的吗？我不愿意，还想着不能让你的心血白费了，特意想的这个好办法，你咋还不领情呢？姐姐，叫我何大小姐，你一个贱妾生的庶女，可没资格称呼本小姐姐姐。就算母亲有不对的地方，你也不该下手如此狠毒啊！你这样做不仅毁了母亲和二哥，还让咱们侯府沦为了全京城的笑柄，这样做与你有何益处啊？
益处啊，可能就是看你们倒霉，我就特别开心吧。人嘛，心情好了才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嘛。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这个人啊，前10多年过得特别苦，因此呢，见不得你们这些让我痛苦的人舒服。你说你们也是的啊，有什么好事自己掖着藏着不好吗？非往我身边凑，自找的不痛快。怨谁？你是来报复我们的？哟，被你看出来了。放心，等本姑娘哪天见到你们不难受了，你们就解脱了。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地狱里的恶鬼，你是来害我们的。哟呵，这女人还真像了。你说是就是吧。俗话说得好，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希望你们能挺住恶鬼的报复呀。君妻走出宋倩如的屋子，又到何少杰那儿逛了一圈，把不能动弹的何少杰给气得吐了一口血。他这心里又轻松了一点，心情倍儿好的君妻出门逛街去了。一下子打死这些人那可没什么意思，他得一点一点的折磨他们，然后再送他们进地狱去。王爷，何大小姐要见招财。玉墨之浓黑的眉毛挑了挑，这半夜3更的不睡觉还瞎折腾，这精神头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以后他来不用通报了。是。他也觉得来回通报怪麻烦的，就那位通报不通报的完全没影响，你让他进来还好，你要是不同意，他真能给翻墙溜进来。起来！这大半夜的不睡觉，还找我干什么？我问你啊，有没有什么赚钱的门路？你现在不是曲阳侯府的大小姐吗？还缺钱啊？我想过了，曲阳侯府早晚会倒，咱们不存点钱，到时候怎么去周游世界？他在曲阳侯府所得有限，最后曲阳侯府被充公什么的，他总得给自己留点后路不是？说的有理，要不你也学人家开个铺子做做生意什么的？你觉得我是那块料？要不你想想哪家的坟埋的宝贝多，咱去挖一个。你想都不要想。不是，这么缺德的事儿也亏他想得出来啊。那你说怎么办啊？我跟你说，我可再也不想用9命阴针来赚钱了。一传医术拿得出手，还有别的本事吗？我还会给鸭子拔毛。看着窗子上打闹的影子，听着屋子里一人一鸭拌嘴的热闹声音，玉墨之是真佩服这俩的精神头啊。莫大王爷还没睡呢。要走？莫大王爷您忙，我先走了哈。本王送你。不用，我自己走就成。本王说送你。不让送还不高兴，真是太闲了。成吧，他愿意送就送呗。莫大王爷您要是累了，可以先回去，反正也不远，我自己走就成。实在不明白，这位统领几十万兵马的大忙人为什么如此执着的要送他呀？你很着急？玉墨之觉得要不是自己跟着，他可能早就没影了。那倒不是，就是这大晚上的，咱实在没必要在路上浪费时间。你觉得跟本王在一起是浪费时间？玉墨之的眼神冷了冷，军气一噎，不是，这让他怎么回答呀？说实话呀，他怕不是会被他一巴掌给拍过来吧？说不浪费时间，总觉得这假话自己都张不开嘴。我到了，谢莫大王爷送我。莫大王爷继续坐会儿。也可。玉墨之完全听不懂客套话一样，完全看不出来开玩笑的意思。不是，这位大哥是傻的吧？这都后半夜了呀，大哥，你一个大男人跑女子的闺房去，你难道就没觉得不合适吗？还是说这大哥没把我当女的呀？他就算没把我当异性，就这个点了，别人也该休息了吧？就在军妻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玉墨之已经纵身一跃就进了曲阳侯府。这不是你这还有没有一点最起码的尊重的呀？军妻带着玉墨之来到自己的院子里，突然就停住了脚步，血腥味传入了鼻孔。看着漆黑一片的主屋，他们平起了眉头，互相看了一眼，抬手推开主屋的门。在里面的人还没动作的时候，军妻欺身上前，一把就扼住了对方的喉咙。何大小姐，是我，朱峰。你3更半夜的偷偷潜入本姑娘的房间干什么？然后他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突然手上用力说，是不是来偷钱的？不是，大哥，你想点别的理由也成啊，偷什么钱呢？朱峰被他掐得咳嗽2声，两手连忙抬起来摆动，示意自己冤枉。
我就算是要图谋你，那也不能图谋钱呀。我家少主难道还不够有钱吗？还能要你那3瓜2枣的呀？是我家主子被人追杀，路过曲阳侯府，我们就躲了进来。你主子呢？里屋。君妻冲进了里屋，然后就看到躺在自个儿床上奄奄一息的男人，那脸瞬间就黑了。楚风，你他娘的把个死人弄到本姑娘床上是几个意思？主子没死，就是受的伤有点重。何大小姐放心，我马上去给主子找大夫，不会麻烦何大小姐太久的。屁，都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了，当你找来让他早凉了，赶紧的给姑奶奶弄走。求何大小姐救主子这一回吧，您放心，只要主子过了这一关，我们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怎么报答？你们家主子有没有钱？有，我们主子是李海城南家家主。李海城南家？那是谁？这何大小姐貌似有些孤陋寡闻，有数不尽的财富。真的？君心的眼睛立马就亮起来了。哎呀妈，他刚才还为钱发愁呢，啊，没想到这么快就送上来一个财神爷。你早说他这么有钱不就好了？你放心，我这个人最乐意助人了，更何况咱们这么熟了，那我铁定不能见死不救，不是？你刚可没这么好说话。果然呢，女人最是善变，尤其是眼前的这个。我刚看了你主子，那伤的可不轻啊！你在这儿看着你家主子，可别乱跑，听到没有？如风虽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还是老实的点点头。看过君妻大战福光寺众僧那一幕，又听到明悟方丈说这姑娘不同寻常，他本能的就相信她。很快的，君妻拿了一个竹筒返回，他把玉墨之和竹风丢在了外间，并且命令他们不准进来，然后自己就走进了里屋。这家伙怎么说也在福光寺替我打抱不平来着，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不是？最重要的那是他有钱啊，死了怪可惜的。刚刚还跟招财说不用9迷银针的人，现在想到了小钱钱，瞬间就把自己的信誓旦旦给抛诸脑后。这反正也没人看见，对吧？那谁知道他是怎么救的呀？行了，你去看着他吧。如风走到里屋，见到呼吸均匀，连脸色都好了不少的南景年，扒拉了一下那个正在慢慢结痂的伤口，下巴都要掉了。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跟着君妻进来的玉墨之见到躺在床上的男人，眉头紧锁。来人，带走。你凭什么带他走啊？难不成这家伙想抢我的生意？貌似好多小说里都有冒充恩人这个情节，这家伙不会是知道南景年有钱，所以想不劳而获的截胡吧？玉墨之见他如此模样，眼中的戾气是一闪而过。难不成你要让他在你这里养伤？这确实不太方便，别的他倒不怕，主要是南景年这么一个病患不好摆弄不说，还得霸占他的床，那他上哪去睡啊？还有啊，弄得他屋子里面乌七八糟的，真的是让人想要拎起他来揍两下。万一他实在没忍住，让他来一个伤上加伤，那怎么办呢？那还用不着你管吧？即便这样，他也休想占他的便宜，抢他的财路。玉墨之深吸了一口气，本王带他到莫王府，没人能伤害他，你也能随时找到他。君妻想了想，如风带着昏迷的南景年，指定是不能跑到大街上去招摇啊。但他也不想这俩麻烦在自己这儿给自己添乱，所以玉墨之的提议还真的是为他解决了目前的问题。最后，君妻还是让玉墨之把人给带走了。本来他是想着吧，让玉墨之的人顺便把那血乎愣生的被褥也给带走的。结果呢，在玉墨之的授意下，人家直接把床都给一起拆走。其实也不用那么周到，对吧？不过后来吧，这莫王府的人又搬了一张新床回来，还带了一套上等铺盖。君妻表示实在是看不懂莫大王爷的迷之操作。莫大王爷早啊，今儿的喜鹊叫得特别欢，肯定是有好事发生。你来见南景年。玉墨之见他如此的高兴，脸色就有一些个难以形容的阴霾。啊，他醒了吧？哼，你倒是挺关心他。一大早的这么积极，君妻怎么听着怎么觉得这玉墨之的话阴阳怪气的，还有一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大哥又发的什么神经。他走了。什么？你不是说带他来你莫王府，我随时能见到他吗？王八蛋，这不是骗我吗？那昨晚上劳心劳力的岂不是白忙活了呀？你很想见他？玉墨之的声音如同是出鞘的利刃，让他身后的冯文豪和刘大管家大气都不敢喘一下。那当然啊！玉墨之的脸隐隐的有向他名字发展的趋势。我昨晚好容易逮这只肥羊，就想着多攒点钱傍身。你可倒好啊，跟我说羊跑了，断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不对，你杀了我父母我不在意，但你不能断我财路啊！你说你是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妈的，我白忙活了呀！啊，这么回事啊！
哎呀，玉墨汁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憋着的那口气，突然就散了。你说这怎么回事呢？不行！气急败坏的军旗冲上前揪住玉墨汁的前襟，你把肥羊赔给我！羊是他放跑的，那自然得他来赔了。要钱这个问题上，军旗有着莫名的执着，那就是玉皇大帝来了，如果挡住了他的财路，他都得跟他拼命。就在军旗揪着玉墨汁的衣服找他索要赔偿的时候，面前突然就出现了一沓纸。军旗皱着眉仔细一瞅，居然是一沓银票。揪着玉墨汁的手突然就松开了，然后一把就抓住了眼前的那沓银票。这可真的是好多钱呢！是什么呀？南景年给你留下的报恩钱。对于不待见的人，他并没有觉得把南景年送走有什么不对的。为了避免那小子用救命之恩这个借口跟小丫头接触，他还特意要了这笔钱，以示恩义两清。莫大王，您怎么不早说呀？您要是早把银票拿出来，那不就没这误会了吗？得亏是我相信您，要不然您这做法还不得让人误会您想昧下这笔钱呢？好话坏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启禀王爷，皇上派人宣您商务去游湖。游湖？到哪游啊？大船小船？加我一个不会挤吧？送人又没邀请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你想去？想，特别想。莫大王爷，咱们也算老熟人了，我想您不介意多带个人吧？我也要去，顺便再多带只鸭子吧。免费的呀，轻易碰不着这样的好事。